午夜的棺材铺里，张初九苦口婆心警告身边的女警官有厉鬼索命，女警官秦玉却只当他是危言耸听，还嘲笑他有当演员的天赋。没想到话音刚落，店里突然停电，外面随即传来毛骨悚然的撕拉声，厉鬼真的找上门来了。骤然的停电让秦玉本能的拿出手机，手电筒的光束瞬间划破黑暗。然而那股冰块在高温铁板上融化般的刺啦声，却诡异的从门外传来，让他下意识的以为是有人来了，迈步就想去开门。听到那瘆人的怪声，张初九瞬间汗毛倒竖，他心知肚明，这绝非活人所能发出，肯定是那红衣女鬼找上门来索命了。顾不得多想，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死死拦住正要开门的秦玉。为了让秦玉相信，张初九甚至不惜拿自己的性命起誓，一遍遍强调外面绝非人类，求他千万不能开门。秦玉看着他，眼神从疑惑到震惊，终于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还莫等秦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门外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声音两短一长，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紧接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黑气竟从门缝中丝丝冒了进来。眼前这超乎常理的诡异景象，瞬间击溃了秦玉的理性防线。她虽是警察，终究也是个女孩，被吓得花容失色，右手情不自禁地抓住张初九的胳膊，嘴唇颤抖着，低声询问那敲门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张初九将手只放在嘴边，示意秦玉噤声。秦玉心领神会，立刻闭上了嘴。两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门外。透过门缝，隐约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正站在那里。诡异的敲门声持续不断，门外始终无人应答。秦玉白皙的脸庞上，惊恐之色越来越浓。他从未经历过如此毛骨悚然的场景，张初九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他深知门上的门神画像恐怕已无法镇住怨气冲天的红衣厉鬼，手边更没有任何法器，一旦厉鬼冲入，恐怕小命不保。敲门声持续了好一会儿，突然戛然而止。张初九透过窗户往外望去，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秦玉紧张地用唇语问道：“他走了吗？”张初九摇头示意。就在张初九转头的瞬间，身后窗户传来砰的一声闷响，两人同时回头，竟看到窗外一张惨白的鬼脸。那鬼脸一半已衰烂，血迹斑斑，紫黑色的嘴角不断滴血，一只眼球摇摇欲坠，另一只绿光森森的眼珠正死死盯着他们。秦玉从未见过如此骇人场面，瞬间吓得尖叫连连，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张初九也吓得全身发抖，恐惧瞬间吞噬了他所有的理智。窗外的红衣女鬼看到两人吓得肝胆俱裂的模样，紫黑色的嘴巴缓缓张开，发出了地狱般的结结结结恐怖笑声。那声音根本不是活人所能发出，听得人脊背发凉。随着那令人心悸的笑声，厉鬼的声音如同寒冰般传来：“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他在窗外对着张初九恶毒地笑着，那目光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面对这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的可怕厉鬼，张初九吓得牙齿打颤，深吸好几口气，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极度的恐惧让他全身僵硬。红衣厉鬼慢慢靠近窗户，试图从窗上钻进来，却不料碰到了窗台上摆放的生骨米。刺啦一声，黑烟再次冒出，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划破夜空，厉鬼瞬间消失不见。张初九长长松了口气，看着瘫坐在地上身体还在发抖的秦玉，连忙上前将他扶起。秦玉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他带着哭腔问道：“初九，你是怎么招惹到那东西的？”张初九来不及解释，只能安慰秦玉，只要待在棺材铺里，有门神镇守，厉鬼就进不来。秦玉点了点头，目光却始终停留在厉鬼刚才出现的窗户上，仍心有余悸。然而张初九心里清楚，红衣厉鬼既然已经现身，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只能默默祈祷，熬过今晚，等待师傅秦老回来。砰！一声巨响，沉重的木门猛烈晃动，似乎被某种巨大的力量重重撞击。毫无疑问，那红衣厉鬼又来了。外面门神像根本镇不住怨气滔天的红衣厉鬼。张初九再也忍不住，鼓足勇气对着门外大声喊道，试图和厉鬼讲道理。然而门外传来的是厉鬼那带着无尽憎怨的刺耳声音：“你们男人都该死！”那极致的恨意让张初九瞬间意识到，自己试图与厉鬼讲道理的行为是多么天真。初九，你看那是什么？秦玉突然指着店门上方，声音带着哭腔。张初九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倒吸一口冷气。木门上赫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砰！红衣厉鬼再次猛烈撞击木门，裂缝瞬间被扩大，似乎随时都会彻底崩塌。也就在此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屋子西北角那块盖着生鸡骨的红布竟离奇自燃，火光从最初的淡黄色逐渐变成了令人心悸的诡异绿色。砰！红衣厉鬼又一次撞门，这一次东北角的那块红布也应声烧了起来，同样是诡异的绿色火焰映照着两人惊恐的脸庞。秦玉看着眼前接连自燃的红布，声音颤抖着质问张初九：“初九，你确定外面那厉鬼进不来吗？”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道摇摇欲坠的木门上。张初九心知厉鬼怨气之强，超出了秦老的预料，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门神啊，你们千万的顶住，这几乎是他最后的希望。”砰！一声巨响，木门上的裂缝瞬间扩大到极致，张初九甚至能透过缝隙清晰的看到门外红衣厉鬼那张狰狞可怖的脸。西南角的红布也紧跟着烧了起来，现在只剩下东南角最后一块红布还在勉强支撑。张初九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双眼死死盯着木门，不敢眨眼。
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木门整个被撞得粉碎，一股刺骨的阴冷之气瞬间弥漫整个房间。东南角的红布也未能幸免，自然后绿油油的火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瘆人。红衣厉鬼身着血色长裙，携带着无尽的怨气，立于门槛之上。他血红色的长发无风自舞，那只发着绿光的眼珠带着无尽的恶毒与憎恨，死死盯着张初九和秦玉。他发出阴森的声音：冤有头，债有主，回魂夜，来索命。听到厉鬼口口声声说着冤有头，债有主，张初九瞬间怒从心头起。他心想，既然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为何偏偏找上自己？这厉鬼简直是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到了极致。红衣厉鬼撞破木门，店里温度骤降，阴寒气息瞬间弥漫，死亡的镰刀已然悬在张初九头顶。厉鬼厉声尖笑着扑来，就在少年命悬一线之际，一个透明的小身影却猛地冲出，毅然决然地挡在了他身前。那红衣厉鬼的身子缓缓从门槛上飘起，带着刺骨的寒意，猛地就朝张初九扑了过来。眼看命在旦夕，张初九本能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色小册子，却没想到先前那个问他借棺材的小男孩竟然再次出现，用自己的鬼魂之躯挡在了他面前。那个小男孩扑倒红衣厉鬼的身上，抱住了他的大腿。他猛地回过头，对着张初九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哥哥，你快跑！再次看到救自己的小男孩，张初九的眼眶瞬间泛红。他完全没想到，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这个小小的鬼魂竟会义无反顾的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他急切地冲着小男孩的鬼魂大喊：小朋友，你快跑！他是红衣厉鬼，你拦不住他。被一个小小的鬼魂阻拦，红衣厉鬼彻底被激怒，他发出恐怖的怒吼，双手掐住小男孩的脖子。一瞬间，小男孩的鬼魂开始变得忽明忽暗，随时可能消散。眼看着小男孩的鬼魂命悬一线，张初九再也顾不得其他，他猛地将手中的红色册子打开。就在册子开启的瞬间，一道淡淡的黄光骤然闪过，紧接着整个册子都变得滚烫。红衣厉鬼猛地察觉到了这股异变，他那只幽绿的独眼瞬间转向张初九手中的红色册子，他直接把手中忽明忽暗的小男孩鬼魂丢到一旁，杀意尽数转向了那本神秘的古册。就在这时，店外突然刮起了阵阵阴风，阴云压顶，电闪雷鸣，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这本古册的力量而颤抖。随着外面的阴风越来越大，店里的灯光也再次奇迹般的亮了起来，只是忽明忽暗，透露着不安。看到周围突如其来的异变，红衣厉鬼开始紧张害怕，他猛地转身，竟是想要逃走。然而就在他转身之际，一个身穿白色古装的绝美女人不知何时已静静地站在了门前，彻底挡住了红衣厉鬼的退路。那是一个长相绝美、美得不可方物的女人，没有任何瑕疵，她就像是真正的仙子落入凡尘，带着不可侵犯的神圣感。红衣厉鬼看到她后，竟被吓得连连后退，甚至都不敢与其对视。白衣女人缓步走进店中，目光清冷地落在红衣厉鬼身上，她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自古以来，尘归尘，土归土，冤有头，债有主。张家的后人跟你有何冤仇？你非得置他于死地？红衣厉鬼明显被这个气场强大的白衣女人震慑住了，她垂下头，声音带着一丝不甘与恐惧：一沾我血，见死不救。白衣女人冷哼一声，语气更加冰冷：借口，既无冤仇，你还敢来索张家后人的命，那就是自寻死路。话音未落，红衣厉鬼似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猛地化为一团黑气，仓皇地从破门处飞了出去。白衣女人眼神一凛，身形如电，纵身一跃，化作一道白影，紧随黑气追了上去，眨眼间便消失在夜色之中。张初九愣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低头再看了一眼自己手中滚烫的红色册子，整个人完全都是懵的。那突然出现的白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怎么红衣厉鬼看到她立马就逃？还有这白衣女人和自己手中的这本张家三书之间到底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怎么她一打开，她就来了？外面还跟着电闪雷鸣，阴风四起。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居然知道自己是张家的后人。难道他们老张家之前出过什么传奇人物不成？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身穿白色古装的美女很可能也不是人。不过这本册子是秦老给他的，所召唤来的应该不是敌人吧？就在张初九陷入沉思之际，一直站在他身后的秦玉小心翼翼地看着四周，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轻声问道：初九，他们都走了吗？张初九转过身，看着仍然心有余悸的秦玉，他安慰道：我也不确定，不过今晚我们应该安全了。秦玉还是没能从刚才的惊恐当中缓过来，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店门那个位置，仿佛那扇破碎的门随时还会涌出新的危险。约莫过了2-3分钟，之前去追红衣厉鬼的白衣女人钟彩玲从门外优雅地走了进来，她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仿佛只是出门散了个步。张初九看着这个漂亮的有些不太真实的白衣美女，心中的疑问再也按捺不住，他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什么人？白衣美女微微一笑，那笑容倾国倾城。她轻轻开口：我叫钟彩玲，接到你们张家的委托之书，前来相助，没曾想瞧见你被红衣厉鬼索命，我便顺手将那厉鬼给解决了。解决了？你是说你把那红衣厉鬼给杀了？张初九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那红衣厉鬼怨气冲天，眼前这个叫钟彩玲的美女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将她灭掉，的确让人难以相信。钟彩玲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可一世的自信，准确点说是魂飞魄散。张初九震惊到结巴，
试探性的问道：“那你也是鬼吗？”钟彩玲摇头，笑容更加神秘：“我不是，我是妖。”张初九听到这里，严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这什么概念？鬼怪已经让人难以接受，现在又来了一个活生生的妖。正当张初九还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钟彩玲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轻轻拿走他手中的红色册子，右手一翻，一支古朴的毛笔凭空出现在他手中。他用毛笔在红色册子上潇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册子交还给张初九，冲着他眨了眨眼，声音带着一丝调皮的魅惑：“张家小少爷，你叫什么名字呀？”张初九。钟彩玲距离他特别近，那张美的让人窒息的脸庞让张初九神魂皆醉。他心中暗想，有时候也不能全怪商纣王，这么漂亮的女人站在自己面前，谁能顶得住啊？钟彩玲点点头，笑眯眯的继续对张初九说道：“初九，我马上就要走了，契约书之上写上你自己的名字，只不过你一旦写上名字和我一个孤魂灵魂相契，那注定此生五弊三缺，你可要考虑清楚。张家小少爷，你慢慢考虑，我走了。”钟彩玲说着，身形一转，化为一团白雾，白雾散去，已无踪影，只留下空气中淡淡的幽香。等妖女钟彩玲走后，张初九才猛然想起秦玉，他怎么一直都没有说话？张初九回头去看，却意外发现一直站在他身后的秦玉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宛如一个失去了灵魂的木偶。张初九心中一惊，连忙伸出手轻轻拍了拍秦玉的肩膀，焦急地喊道：“秦警官，你怎么了？”啊！秦玉猛地一个激灵，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眼神迷茫地看着张初九，疑惑地问道：“初九，我刚才怎么了？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张初九心中猜测，这应该是钟彩玲故意所为。他为了不让秦玉再次受到惊吓，故作轻松地说道：“我刚才也犯迷糊，不过那红衣厉鬼已经不在了，我们没事了。”秦玉听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整个人一下子瘫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眼神呆滞地说道：“初九，今晚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若不是亲身经历，我绝不相信。看来队里一些老前辈给我们讲的诡异故事，有可能都是真的。”刚刚还在的红衣厉鬼已被钟彩玲除掉，可张初九却步步上松口气，他的心神都被那个舍身救过他的小男孩鬼魂牵动着。他焦急地在店里四处寻找，祈祷那个在厉鬼手中忽明忽暗的小魂魄安然无恙，却始终不见其踪影。秦玉的一句好奇询问，竟让他心头一颤，只能谎称手链遗失，因为他知道，要是让这位警官发屋内还有一个鬼魂，他肯定会吓坏。就在张初九思绪万千之际，一个沉稳的声音从店门外传来：“不用找了，那个小鬼刚刚就已经走了。”张初九猛然抬头，赫然发现自己的师傅刘文刀竟已站在店门口。这意外的现身让张初九惊喜交加，秦玉也立刻起身，恭敬地称呼刘文刀为刘先生。原来他与师傅竟是旧识。刘文刀点了点头，语气却变得庄重起来。他向秦玉表达歉意，并请求他回避，同时严肃叮嘱他务必对今日之事保密。秦玉先是一愣，随即立刻明白师徒二人有要事相谈，他果断答应下来，拿起背包，意味深长地看了张初九一眼，便匆匆离开了店面。待秦玉走后，刘文刀跨过门槛，眼神深邃地望向张初九，他缓缓道出惊人真相：“其实我早就来了，只不过你命中有此一劫，我不能插手。”原来张初九的遭遇竟是命中注定。刘文刀意味深长地感叹：“张初九终究逃不脱张家茅山升官人的宿命。”茅山升官人什么意思？张初九彻底懵了。师傅的这番话如同天书般让他一头雾水，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疑惑。刘文刀却只是笑而不语，轻拍着张初九的肩膀，神秘兮兮地夸赞道：“你小子运气不错，那个姑娘我看见了，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没得说。”张初九心领神会，知道师傅说的是钟彩玲，他急切追问：“师傅，那个上古的女鬼跟我说她接到我们张家的委托书，这都是真的吗？”刘文刀斩钉截铁地回答：“必须是真的。”张初九以为师傅在开玩笑，他好奇地问起张家曾经的身份，可刘文刀并未回答，反而直接从张初九手中接过红色册子，神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我还是先看看这个姑娘的生辰八字和身世，万一和你不合，我可得带着你亲自去找人家把话给说清楚。”当刘文刀看清册子上钟彩玲的生辰八字和身世后，他脸上的轻松一扫而空，立刻变得异常激动，焦急地对张初九喊道：“初九，赶紧拿笔写上你的名字。”张初九感到异常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世能让师傅如此失态？他疑惑地问道：“师傅，是不是只要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就算是完成契约了？”刘文刀将册子递给他，郑重地回答：“没错，写上你的名字，契约便完成。你张初九灵魂相契的鬼女便是钟彩玲。”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张初九瞬间陷入了犹豫，要契约一个800多岁的女鬼，他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缓冲时间。眼见张初九犹豫不决，刘文刀立刻加重了语气，充满信赖地劝道：“初九，你要是相信我这个师傅，就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师傅还能害徒弟吗？”师傅的话如同定海神针，最终压下了张初九心中的疑虑。无论如何，在他性命攸关的时刻，是钟彩玲赶来救了他的命。张初九没有再犹豫，他拿起笔，郑重地在册子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张初九3个字刚一落笔，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册子下方竟然自动生出了一行金色的古老小字：八字、甲寅、己土、乙卯、戊癸、申巳、茅山升官人。这个册子
竟然能测出写明之人的八字和身世。由于刘文刀之前的反应，张初九对钟彩玲的身世更加好奇，他立刻翻到了前一页，赫然看到了钟彩玲的八字和今天身世。钟彩玲八字甲戌、乙亥、丙子、丁丑，身世上古名将钟云之女。钟云两字初看只是眼熟，可当张初九仔细一想，瞬间如遭雷击。他终于明白了刘文刀为何如此急切地让他签字。这哪里是大家闺秀，这简直是名门之后，三英士族。如此显赫的身份，他张初九一个平民百姓，真的配得上吗？刘文刀似乎看穿了张初九的疑虑，他眼神坚定地说道：“张家的小子，永远不可看低自己。你们张家乃是茅山升官人，任何人都配得上。”张初九仍不甘心，再次提出心中最大的疑问：“那你告诉我，我们张家那茅山升官人到底是干啥的？”他越是不说，张初九心中就越是好奇。刘文刀再次神秘一笑，高深莫测的回答：“待你真正成为升官人那一天，你自然就会知道。”张初九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提到自己的经济困境：“师傅，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这刚刚参加工作，工资还没发不说，还欠着秦老2口棺材，这一下子我实在拿不出钱来。”刘文刀大手一挥，豪气干云的许诺：“钱的方面你不用担心，师傅给你出，你3年内还清就成，利息就给你算5分。”张初九没借过钱，对利息没什么概念，刘文刀却义正言辞地解释：“借你10万，3年后连本带利你总共还我25万就成。”张初九闻言差点跳起来，这利息高得吓人，简直堪比高利贷。他严重怀疑师傅刘文刀的主业根本就是放高利贷的，他马上拒绝，却没想到一个熟悉而慈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初九，别听你师傅乱说，他就喜欢开玩笑。”张初九回头一看，原来是秦老回来了，他连忙上前道歉：“秦老，实在对不起，把您的店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秦老笑呵呵地摸了摸他的头，慈爱地说：“初九，这不怪你，我看到你没事，心里就踏实了。”秦老的目光无意间落在张初九手中的红色册子，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担忧起来，急切地问道：“初九，册子已经打开了？”张初九轻轻点头。秦老的脸上闪过一抹深深的担忧，他一把拉过张初九，声音急促而关切：“来，赶紧让我看看，到底是谁家的姑娘？”秦老的眼中竟闪烁着比张初九更深的忧虑与好奇，仿佛这册子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即将彻底改变张初九的命运。他本是世间凡人，却被命运强行指配了一桩冥婚。原来他那刑克凄清的八字命格，竟是100年前灭门仇家一手造成，而唯一的生路，竟是必须在生日当天娶一位女鬼为妻，才能冲破这100年诅咒。一本红册子让秦老脸上的笑容瞬间丰富起来，他竟激动地猛拍大腿，这究竟是什么天大的喜事？原来册子里的姑娘竟然是名将之后，而初九这小子真是走了大运。秦老将红册子还给张初九，同时语重心长地宣布，他已经开启了张家三叔，从今天起将正式成为张家第38代茅山升官人。这突如其来的身份让张初九脑海中思绪万千，秦老和师傅刘文刀为何之前对茅山升官人的身份避而不谈？难道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禁忌？就在张初九思绪纷乱之际，师傅刘文刀打断了他的沉思，示意他该启程了。秦老则先行喊来木匠修好房门，似乎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随后刘文刀和秦老便带着张初九一同驱车前往那神秘的道家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村里一座破旧的道观。一进入道观，刘文刀便径直走向后殿的角落，娴熟地撬开一块地砖，露出了一个隐蔽至极的地下通道。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张初九，他按耐住心中的疑惑，紧随师傅和秦老身后，一步步走入那深不见底的地下通道。通道的尽头豁然开朗，竟是一个宽敞的地下室。刘文刀按下开关，白炽灯瞬间照亮了整个空间。眼前的一切让张初九惊呆了。偌大的地下室空旷而肃穆，只有一个老旧的柜子和一面金色的旗帜，赫然矗立在房间正中央，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刘文刀严肃地吩咐张初九走到旌旗前，恭敬地鞠躬3拜，随后递给他一支毛笔，让他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写在旌旗之上。张初九接过毛笔，这才发现旌旗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张姓先祖的名字。他小心翼翼地找寻一处空位，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张初九。就在张初九3字落笔的瞬间，原本静止的旌旗突然无风自舞，旗面烈烈作响，仿佛瞬间活了过来，震撼人心。片刻之后，旌旗恢复平静。此时一直站在身后的秦老突然高声喝道：“张家第38代茅山升官人，认祖归宗，升官摇旗！”秦老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得张初九浑身一震。他正想开口询问，师傅刘文刀却已走到他面前，递过来一把古朴的伞。这乃是茅山八卦伞，可驱邪避煞，是张家升官人的随身之物。现在将它交付于你。”刘文刀沉声说道，将伞递到张初九手中。张初九刚接过八卦伞，刘文刀又紧接着递过来一块玉印，这个是茅山升官印，有了它你才算是一名真正的升官人，和八卦伞一起随身携带，好生保管。张初九郑重地回应师傅，将八卦伞背在身后，双手恭敬地接过茅山升官印。这升官印乒乓球大小，是一整块泛着温润光泽的白玉，上方雕刻着一头威武的麒麟，底部则刻有茅山升官4个古老篆书大字，尽显不凡。此刻刘文刀终于缓缓道出张家升官人的真正职责：迁坟以庇佑子孙，
或解救受兄弟所害的后人。而张家升官人起源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历史。张家先祖钟英杰辈出，名震阴阳两界，声名鹊起，威震天下。然而树大招风，仇家意识随之而来。明末清初，张家被迫淡出阴阳两界，直到民国4年，一场灭门惨案降临，凶手至今不明。唯有张初九的太爷爷张领死里逃生，为保全张家血脉，张领将旌旗、八卦伞和升官印封藏在此，从此退出阴阳两界。然而张初九出生的那一刻起，张家血脉再次被暗中之人盯上，那幕后黑手竟是更改了他的八字命格，让他背负刑克七杀之命，注定五弊三缺，只能游走阴阳两界。这也正是蒋公明让师傅为他寻找与死人相关职业的原因。张初九认真听着刘文刀的讲述，大脑飞速运转，这一切信息量巨大，足以让他消化很久，内心却已是惊涛骇浪。这时秦老走到张初九身边，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年纪虽小，却身负振兴张家和寻找凶手的重责。他和刘文刀经过多年调查，已基本确定，那个更改张初九八字害死他父母的凶手，竟然和民国4年灭掉张家满门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这惊天秘闻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在张初九脑中炸开。究竟是何等深仇大恨，竟能让同一个人跨越100年，对张家赶尽杀绝？民国4年距今已逾100年，究竟是何方妖孽，能活过1个世纪，还能如此心狠手辣的作恶多端？此刻仇恨的怒火在张初九心中熊熊燃起，他将升官印紧紧揣入口袋，是要找到凶手，为父母，为张家先祖血债血偿。他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生日的到来，因为那时他便能打开蒋爷爷留下的布袋，从中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就快了，还有不到20天。时间已晚，刘文刀结束了沉重的对话，带着张初九和秦老离开了地下室，回到了破旧道观的院子里。临走前，刘文刀郑重嘱咐张初九，除了他和秦老，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茅山升官人的身份。张初九深知师傅是为了他好，隐藏身份，方能尽可能躲避暗中之人的追杀。他坚定地应下，将这秘密深藏心底。转眼已到正午，三人回到古谷县，在一家火锅店的包厢里共进午餐，气氛才稍显轻松。饭桌上，秦老突然想起一桩大事，急切地问刘文刀：“文刀，你这徒弟还没喝过避阴汤吧？洋人一旦和女鬼结成阴婚，若无此汤，恐性命难保啊！”刘文刀闻言大惊，猛地放下筷子，懊恼不已：“卧槽，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这避阴汤可是需要提前熬制的啊！”秦老补充道：“避阴汤的药材大多寻常，唯独百年野山参和火鸟蛋极为难寻。”刘文刀当机立断，火鸟蛋由他来想办法，而秦老和张初九则需上山去寻百年野山参。大喜成婚之日将近，时间刻不容缓。师傅，秦老，我大喜成婚的日子是哪一天？张初九满心疑惑地问道，仿佛还未完全明白这所谓的大喜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是你过生日的那一天。秦老脱口而出，这答案让张初九瞬间明白了什么，却又更加震惊。刘文刀解释道，张家三叔乃张领太爷爷所留，他算出后人需结鬼气方可续命，所以才留下聘婚孤魂的婚约。而张初九的七杀命格必须在生日当天与女鬼钟彩灵结成鬼气，才能冲破诅咒。一个布袋竟然藏着父母被害的惊天秘密，师傅告知，只有在他生日那天，他才有资格揭开这层血海深仇的帷幕。而他没想到，命运的齿轮早已转动，将他推向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宿命。听到师傅提及布袋中线索，初九的心头涌起惊涛骇浪，不仅有复仇的决心，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期待。然而师傅却话锋一转，严厉地告诉他，在幕后黑手被彻底清除之前，他绝不能与爷爷奶奶相见。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热切，让他瞬间坠入失落的深渊。他内心挣扎，尽管明白师傅是为了长辈们的安全，可那种久别重逢的渴望仍让他感到锥心刺痛。多年的疑惑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师傅刘文刀、秦老两位亦师亦友的长者，究竟与张家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牵绊？他们为何知晓家族秘辛，甚至连旌旗、八卦伞和升官印这等镇族之宝都由师傅保管？终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困惑，直截了当地在饭桌上问出了这一切。秦老闻言，只是慈祥一笑，缓缓道出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揭开了张家与他们两家世代相守的秘密。原来，刘文刀的太爷爷与自己的太爷爷竟是金兰之交，而秦家和蒋家都曾受过张家祖上的恩惠，因此立下誓言，世代守护张家升官人。这一刻，所有疑惑烟消云散，他心头豁然开朗。太爷爷张领，这位从未谋面却洞悉天机的传奇人物，竟能推算出他的命运，留下张家三叔。这不仅让他对张家升官人这个神秘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感到命运的齿轮早已悄然启动，无法避开。火锅的余温在胃里散开，回程的车上，初九的心绪却随着夜色渐渐沉淀。他突然想起那个曾拼死救过自己的小男孩牛小可，那孩子魂魄虚弱，也不知现在如何了。担忧与感激萦绕心头，他猛然瞥见路边一家玩具店，心中一动，立刻请求师傅停车，想为小可买一份礼物。这是他唯一的念想，也是对那份救命之恩的无声回报。刘文刀看穿了他的心思，只问了一句是不是想祭拜那个小男孩的孤魂，随即调转车头，将车稳稳停靠在路边。师傅和秦老愿意陪他一起去。
这份默契与支持让他心头一暖。初九大步走进玩具店，目光迅速锁定了一个特大号的变形金刚，那是男孩子都梦寐以求的玩具。他抱回车上，对师傅说出了小可的安葬地牛村，而刘文刀毫不犹豫地掉头，驶向了那个充满哀思的村庄。夜色逐渐加深，三人抵达牛村，在村子的坟场深处，他们找到了牛小可和他父亲的合葬坟。简陋的墓碑上刻着牛小可3个字，触目惊心，让初九的心瞬间揪紧。他轻轻放下变形金刚，对着冰冷的墓碑喃喃自语：小可，哥哥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哥哥来看你了，谢谢你那天来救我，哥哥心里特别的感动，我没有想到你年纪这么小，却那么勇敢。说着说着，初九的鼻子泛酸，眼眶微红，他深吸一口气，强忍着悲伤，接着说道：小可，哥哥现在很担心你，你要是没事的话，就跟哥哥说句话，让哥哥放心。就在这时，一阵微风突然从身旁掠过，温柔地拂过初九的脸颊，仿佛一双无形的小手在轻轻回应着他。刘文刀适时开口解释说，小可魂魄虚弱，还无法言语。初九心中一喜，急切地问师傅，小可的魂魄是否还在这里？刘文刀点头证实，并承诺待到太阳落山，将亲自超度这孩子，让他早日入轮回。初九立刻感激地道谢。刘文刀的目光投向坟头，庄重地说道：小可，你救我徒弟为因，我渡你为果，因果循环，望你来生投一个好人家。话音刚落，坟头那株小小的两叶草竟然轻轻摇曳起来，似乎在无声的道谢。夜幕降临，整个坟场笼罩在神秘的黑暗中。刘文刀和秦老再次来到小可的坟前，师傅点燃一根白色蜡烛，昏黄的烛光在夜风中摇曳，将他手中的黄色符纸映衬得格外醒目。他将符纸放在烛火上引燃，随即轻抛空中，符纸化作一道火光，随风飘向夜空。紧接着，刘文刀双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四周顿时刮起一阵阴风，寒意刺骨。初九模糊中，仿佛看到一道黑影从坟中飘出，扶摇直上，升入半空。紧接着，他耳边响起了牛小可稚嫩而略带虚弱的声音：大哥哥，我走了，谢谢你。他伸出手，对着空中那消散的影子轻轻挥别，眼眶再次湿润，阴沉的天空仿佛感受到了这份离别，细密的雨水开始滴落，为这悲伤的告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薄纱。超度仪式结束后，初九突然想起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为何他从未见过牛小可父亲的魂魄？他满怀疑惑地望向师傅。刘文刀拍了拍手，耐心解释了魂魄停留阳间的条件。师傅说，并非所有逝者魂魄都能留在阳间，大多会被引魂灯和阴差带走，唯有命格特殊或死后怨气极深的魂魄才会在阴差未来时留在阳间，成为孤鬼或厉鬼。这番解释让初九心头一凛，他忽然想起牛小可父子下葬的棺材竟是从秦老店里借的。他连忙转身向秦老解释，并提出愿意打工慢慢偿还棺材钱，语气里充满了歉意。秦老闻言，脸上浮现一抹宽厚的笑意，摆了摆手道：初九，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以你们张家祖上对我们秦家的帮助，别说是你小子送2口棺材，就算送出去200口棺材都没事。初九忍不住笑了，心头的重石瞬间卸下。一旁的刘文刀却趁机打趣秦老：秦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我以后娶媳妇的钱可就指望你了。那一刻，初九才惊觉，原来自己的师傅竟然至今未婚。夜已深，刘文刀将初九和秦老送回棺材铺。修缮一新的木门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古朴而温暖。2位木工在门口等候，拿到工钱后便匆匆离去，只留下3人和寂静的夜。秦老打开店门，正当初九准备迈步进去时，他却突然停下，语气沉重地对初九说：初九，那个叫牛小可的小男孩和他父亲死得有些蹊跷。秦老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寂静的夜空中炸响，瞬间击碎了初九内心刚刚建立的平静。蹊跷，这简单的一句话，却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揭牛小可父子死亡背后不为人知的骇人真相。你可知牛小可父子俩的死并非意外，而是被人设风水之局所害。原本以为只是寻常车祸，谁能想到这背后竟藏着如此歹毒的玄机。更可怕的是，那条夺命公路如今又开始诡异索命，竟在1个月内连夺6条人命，凶手步步紧逼。秦老却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牵扯出更惊人的真相。初九知觉脑中轰鸣，秦老的话像一道惊雷劈下，让他瞬间失去了思考能力。他怎么也想不到，那场看似简单的车祸竟然藏着这样令人发指的阴谋。秦老、牛小可父子的死究竟有何蹊跷？初九急切追问，因为据他所知，父子俩是开车撞上岩壁身亡。现在回想，一个老司机怎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秦老示意初九先关上店门，然后才缓缓开口。原来他早已私下查牛小可父子的生辰八字，发现他们的命格虽财运不佳，却绝无枉死短命的迹象。秦老的话让初九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人虽有改命之能，但牛小可死后的魂魄竟遭受刑伤，这绝非意外，分明是有人恶意设下风水之局，刻意谋害。初九得知真相，心中怒火中烧，他实在想不通，究竟是何人如此歹毒，要对这对可怜的父子下此毒手。他迫不及待想找出幕后黑手，让其付出代价。然而秦老却摇了摇头，表示单凭八字无法直接锁定凶手，唯一的线索便在于牛小可父子出事的那条路。
他们必须亲临现场，或许才能寻得蛛丝马迹。此言一出，初九灵光一闪，他猛然想起，交警秦玉的管辖范围正是古谷县，要查车祸地点，找他无疑是最好的途径。正当他准备联系秦玉时，没想到电话竟先一步响起。电话那头，秦玉焦急的声音传来：“初九，秦老在店里吗？”他的电话关机了，他的语气异常急促，仿佛有什么天大的麻烦正在发生，让初九的心也随之紧张起来。初九赶紧将手机递给秦老，秦老习惯性的按下了免提。秦玉焦急的声音再次传来：“秦老，我们队里这次又是怪事，还得请您来帮忙看看。”怪事二字让秦老神色一凛。什么怪事？秦老语气沉稳，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周身的气场瞬间变得强大，预示着即将面对的绝非寻常。秦玉在电话里汇报，竟是303线到清河桥那条弯路出了大问题。那条路好几年都没事，最近却邪门至极，短短1个月内接连发生致人死亡的事故，已经夺去了6条人命。初九听到这里，心中猛地一沉，他隐约感觉到秦玉所说的这条邪门弯路，十有八九就是牛小可父子出事的地方。冥冥之中，仿佛有一条线将所有诡异的事件串联起来。秦老双眉紧锁，陷入沉思，良久才对秦玉吩咐：“你现在赶紧来棺材铺接我，我过去看看。”他话语虽短，却掷地有声，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挂断电话，秦老转身看向初九：“初九，你准备一下，带上八卦伞和青鸟风水术，待会儿秦警官到了，你也一起去。”此话一出，初九心头狂喜，秦老终于要带他出山教授真本事了。这不仅意味着他能亲身学习风水秘术，更意味着他有机会与秦老并肩作战，查明牛小可父子惨死的真相，替他们伸冤。他一刻也不敢耽搁，飞快回到房间，背上那沉甸甸的八卦伞，又小心翼翼地随身带好了升官印和青鸟风水术，所有行头齐备，只待秦玉的到来，等待间隙。钟彩玲的身影忽然浮现在初九脑海，他忍不住问秦老：“彩玲的魂魄如今身在何处？”秦老掐指一算，却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只说待他生日那天，一切准备妥当，他自会现身。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秦玉的身影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秦老，我们走。”他的出现打破了棺材铺的宁静，预示着一场未知的冒险即将展开。初九紧随秦老锁上店门，一辆白色的警车赫然停在路边。他原本还在担心3人出行的问题，没想到秦玉竟开着警车前来，一切安排妥当。初九心中暗自松了口气。秦玉见到初九也上了车，不禁好奇问道：“秦老，您这个小徒弟也一起去啊？”秦老微微颔首，目光望向窗外，也该带着他长长见识了。言语间透露着对初九的期许与栽培。“好的，系好安全带，出发！”秦玉一声令下，猛地发动车子，警车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夜色中，车流稀少，秦玉驾轻就熟，载着秦老和初九，疾驰向303线道。10多分钟后，目的地赫然在望。他们刚一下车，便看到一辆救护车鸣着警笛，急匆匆地从现场离开。秦老脸色一沉，今天又出事了，他预感不妙。秦玉沉重地点头，声音低沉的仿佛带着哭腔：“一对小夫妻和对面的货车撞了，当场2个人就没了，又2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秦老不禁发出一声悲痛的叹息。秦老摇了摇头，步伐沉重地走向出事地点，每一步都踏在所有人心头。接近弯道，有交警上前阻拦，却在看清秦老面容后，立刻恭敬地敬礼。韩队焦急地迎了上来：“秦老，您可终于到了。”韩队急切地说道：“这条路太邪性了，前段时间我们就想请您来看看，但一直联系不到您。”他眼中带着焦灼与期盼，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秦老身上。秦老沉声回应：“韩队，你放心，我先看看。”他带着初九径直走进封锁区域，直奔303线道那条夺命弯路。初九紧张地跟在秦老身后，心跳如鼓。一场真正的风水勘测即将开始。夜空之上，白色的月光清冷地洒下，与警车灯光交织，将整条弯路照得清清楚楚。初九放眼望去，心中猛地一惊，在弯道中间竟有一座山脉断壁，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直冲着弯路最中间砍来。秦老也发现了这惊人的异象，他转向初九，语气中带着考量：“初九，之前我让你熟读青鸟风水术，现在到了考验你的时候，你来看看这条弯路附近的风水如何？”初九心中一凛，立刻将所学脱口而出：“秦老，这条弯路从风水角度来说，乃是大凶之地。那断壁形如刀刃，直冲弯道，这分明是风水上的壁刀煞，主血光之灾。”秦老闻言，满意的颔首。初九的回答完全正确，这条弯道确实犯了壁刀煞，但他话锋一转，却指出了更深层的玄机。但你靠近看，此路修建时定请过风水先生，这壁刀煞早已被化解。初九心生疑惑，他走上前仔细观察，果然看到在岩壁最中间的位置，通体被人工切开了一道5、6公分的裂缝。他惊愕不已，既然壁刀煞已被化解，那为何此处还是频频夺命？秦老背着手，在马路和岩壁之间来回踱步，神情越发凝重。他沉吟道：“这也是我看不明白的地方。”连秦老都感到困惑，这让初九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谜团似乎变得更加复杂。正在这时，秦玉手持强光手电，急匆匆地走了过来。“秦老，有什么发现？”强光手电的光束晃动着，不偏不倚地照射到岩壁中间的裂缝里。
强光手电的照射下，初九猛然看到裂缝深处竟有东西在闪烁反光，那晃眼的亮光让他瞳孔一缩，心中警铃大作。他立刻指着裂缝大喊：“秦老，这岩壁缝隙里面好像有东西！”秦老闻言，猛地转头望向裂缝，他一把夺过秦羽手中的手电筒，强劲的光束瞬间聚焦在裂缝深处。当他看清里面的东西时，脸色骤然大变，一声惊呼脱口而出：“这乃是七杀养尸风水局！”秦老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和颤抖，他猛地转身，对着初九嘶吼：“初九，赶紧让你师傅来！”伴随着秦老惊恐万分的嘶吼，夜色中的弯路仿佛化作了真正的地狱，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悄然降临。秦老语气中的凝重，让初九意识到这次事故非同寻常。可当他赶到师傅刘文刀的道观时，却意外撞破他正和一个陌生女人纠缠不清。更骇人的是，事故现场竟然隐藏着一个前所未见的七杀养尸局，每一起车祸都只为这邪阵献祭亡魂。秦老直言，刘文刀从不用手机，让秦玉带着初九立刻前往道家村，去那破败道观里寻人。车上，初九不解道家村距离，秦玉却对他能同时拜2位高人为师感到惊奇不已。毕竟秦老善风水测八字，刘文刀能千分一关，他们从不收徒，却唯独将初九收入门下。初九只得尴尬回应，这或许就是他八字不好，命里注定要吃这碗饭。他巧妙岔开话题，追问起今日事故的详情。秦玉回想起那悲惨一幕，脸上浮现出深深的惋惜。一对小夫妻为避让卡车，弯道超车，结果车头当场扁平，两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在聊着股谷县近期怪事中，他们不知不觉已抵达了道家村，直奔村后的废弃道观。可刚跨入大门，院内便传来刘文刀的咆哮：“玉兰，咱们那叫一夜情，懂不懂什么叫一夜情？”这炸裂言论让初九和秦玉瞬间石化，脸上写满了尴尬。接着他猛地挂断电话，冷漠地说：“挂了，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这一刻，初九才惊觉，师傅并非不用手机，只是从不在人前示人。初九硬着头皮走进院子，表明秦老的来意。刘文刀这才发现两人的到来，脸上闪过一丝意外。刘文刀疑惑发问秦老何事，秦玉立刻上前一步，将303县道频发事故，秦老在现场发现恐怖东西的状况，言简意赅的汇报。刘文刀听闻，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他轻蔑一笑，仿佛股谷县境能出此等大凶之局，让他颇感意外，语气中却透着一股自信与傲然。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咱们小小的股谷县能出什么样的事，居然秦老都解决不了。他将手机揣进兜里，一声走，便带领众人前往现场。回程车上，刘文刀突然凑到初九耳边，鬼鬼祟祟的小声追问他是否听到自己刚才打电话。初九嘴上说没听见，心里却忍不住吐槽，这师傅简直是妥妥的渣男，张口闭口一夜情，让他实在有些无法接受。听到初九的回答，刘文刀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初九趁机提出要师傅的手机号，刘文刀大方扫码，可他那头像竟是个肌肉帅哥，网名更是中央空调。初九再次在心中笃定，师傅果然是渣男。警车飞速抵达303县道事故现场，刘文刀下车后扫视一圈，便径直走向那诡异的壁刀煞之处。秦老见刘文刀赶到，立刻迎上前，语气急促而又敬畏地请求他出手。文刀，你可算是来了，赶紧看看这个七杀养尸局该怎么破，这种大凶之局我可不敢乱来。刘文刀接过手电筒，强光瞬间射入岩壁缝隙深处，初九紧随师傅身后，侧身探头，强光下，缝隙深处赫然呈现出7根漆黑长钉，每根都系着透明丝线，下方竟倒挂着7个眼珠尽失、张着嘴巴的鱼头。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鱼头后面竟还晃动着一串惨白的风铃。这诡异至极的一幕让初九全身发凉，这究竟是什么人布下如此邪恶的风水凶局？刘文刀关掉手电筒，沉声揭示真相：7根棺材钉巨阴，7个鲶鱼头食腐肉，阴气极重，而那风铃竟是用人骨制成。他语气一顿，表情愈发凝重，直指这邪阵的恐怖核心：棺材钉破风水，鲶鱼头、人骨风铃增强煞气，棺材钉镇魂，人骨引魂，鱼头吸破，土埋怨尸，方成七杀养尸局。在这里出事的人，魂魄恐怕早已被埋在下面的怨尸吸走了。刘文刀的话震惊了在场所有人。韩队长走上前，急切追问死尸的具体埋藏地点。刘文刀取出古旧罗盘，左手持盘，右手掐算，罗盘指针飞速转动，最终指向马路对面的一片空地。就是这里，他斩钉截铁地对韩队长说道：“马上安排人挖出来，不能再耽误了。”韩队长闻言，立刻高声指挥，早已待命的工人扛着镐头铁铲，迅速冲向那片空地。挖掘工作火速展开。工人们忙碌之际，刘文刀却仍在掐算，嘴里念念有词：棺材钉5行属金，鱼头5行属水，人骨5行属木，岩壁5行属土。偏偏不见火，难道地下的那具尸体5行主火？刘文刀猛地转头看向初九，吩咐他立即去岩缝中砸碎所有阴邪之物，并泼洒他递过来的瓶中液体。初九没有丝毫犹豫，接过瓶子，又从工人手中借来铁铲，径直走向岩缝，用力将铁铲捅了进去。他用铁铲将落在地上的鱼头、人骨风铃砸得稀碎，棺材钉也被一一砸下。当他打开刘文刀给的瓶子时，一股刺鼻的血腥味瞬间冲鼻而来，呛得他阵阵反胃。黑狗血当头泼下，那堆腐烂的鱼头和人骨竟瞬间冒起黑烟，发出刺耳的嘶鸣。还莫等初九回过神，
工人们就惊恐地大喊起来。他们竟然在地下挖出了一口血红色的诡异棺材，强烈的探照灯光下，那口血红棺材显得异常瘆人。棺身中央贴着一张符咒，上面的黑笔字迹如同扭曲的鬼画符。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工人还是警察，都瞬间露出了极度的恐惧。初九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师傅刘文刀就沉声揭示了真相：这竟是10凶官之一的红棺，用来镇压死后怨气不散的怨尸。这7杀养尸局一旦彻底启动，整个古谷县都将血流成河。更恐怖的是，刘文刀断言，布下这凶恶之局的幕后黑手，正是当年屠戮初九张家满门的真凶。对方不惜以全县生灵为代价，只为将初九赶尽杀绝。如此歹毒之人，简直是祸害1千年。师傅的话犹如冰窟般瞬间将初九冻僵，他完全无法想象，这世上竟有人为了追杀自己，布下如此惨绝人寰的杀局。巨大的恐惧和愤怒让他的全身都为之僵硬，久久无法回神。刘文刀并未理会初九的惊恐，他独自一人跳下土坑，来到血红棺材前仔细查看，随后却朝初九招手，示意他也下去。这让初九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当初九靠近那血红棺材时，头皮不禁阵阵发麻，里面可是镇压着一具随时可能爆起的怨尸啊！他害怕的菊花一紧，生怕那怨尸猛地蹦出，一口咬掉自己的小命。然而刘文刀却语出惊人，初九五行属水，八字够硬，正好能压制住关中怨尸。他竟要初九立刻坐上这血红棺材，替他镇守，而他则要回到灌区法器。初九百般不愿，可师父之命又不敢违抗，只能硬着头皮坐了上去。当他屁股接触到棺材的一刹那，一股刺骨的冰凉瞬间让他打了个激灵。师父，这棺材上面好凉啊！初九忍不住惊呼。刘文刀却淡定回应，里面都是阴煞之气，要是热乎就不对了。随后又补充了一个诡异的叮嘱，一旦听到棺材里有声音，千万别乱动，用舌尖顶住上颚即可。这艰巨的任务让初九心里直打鼓，他祈求师父留下防身法器，生怕一旦发生意外，第一个去见马克思的就是自己。没想到刘文刀却一脸戏谑的回应，法器没有，不过好徒弟你放心，待会儿你会更害怕。说完便爬出土坑，瞬间坑边围观的人群也作鸟兽散，留下初九一人孤零零地坐在血红棺材上。师父，秦老，你们在不在？初九慌乱的大喊。秦老随即出现在坑边，却也只是让他听师父的话，还说会没事，自己也走了。初九气得大骂，可拉倒吧，没事你怎么不下来？秦老绝情离去。初九恨不得立刻跳起来走人，他吐槽师父坑徒弟，故意疏散人群，分明是想吓死他。然而转念一想，他又安慰自己，这可能是师父磨练胆量，那怨尸根本出不来。四周空无一人，本来嘈杂的现场变得死一般寂静，只有阵阵夜风呼啸而过。初九坐在冰冷的棺材上，大气都不敢喘，他强忍着心中的恐惧，计算着师父回来的时间，得知自己要独自面对1个多小时，这漫长的等待让他心彻底凉了半截。虽然明白是考验，但在月黑风高、空无一人的夜里，坐在一口里面装着怨尸的红棺材上，谁能受得了？他甚至开始盘算，如果刘文刀再让他干这种事，他就要把他搞一夜情的事情捅出去。就在这时，刺来一声轻微又刺耳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好像是指甲抓到木板，从棺材里面传了出来。初九吓得全身一颤，脑袋瓜子嗡嗡作响。刺了，又是一声，这次听得更真切，声音就从初九屁股底下的血红棺材里发出。他全身汗毛瞬间倒竖，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传遍全身。情急之下，初九想起师父的嘱咐，猛地用舌尖顶住上颚。奇迹发生了，那抓挠木板的声音立刻停了下来。初九强忍着恐惧，舌尖用力，在这刺骨的寒风中苦苦坚持。他能感觉到自己正与棺材里的邪物进行一场无声的较量，这场较量关乎生死。约莫半个小时后，远处隐约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在这漫长的黑夜里，这声音简直犹如天籁。但初九知道，这只是漫长等待的开始。他能否真的等到师父的归来？那关中院师又会否在他坚持不住时破关而出？独自一人守在神秘红棺前，初九心急如焚，等待师父归来。没想到，却等来一对不知死活的情侣，竟把他当成拍戏的演员。更糟的是，他们的出现竟意外唤醒了红棺中沉睡的恐怖怨尸。就在这时，土坑上方突然出现2张陌生面孔，一个染着绿发，打扮得像杀马特的小伙，身边依偎着一个短裙露脐装、头发五颜六色的辣妹，他们手牵手，俨然一对不知世事的情侣。初九见状，立刻焦急地冲他们大喊：“你们快走，这里不安全！”可那绿毛却毫不在意，反而蹲下身子，对着这诡异的场景左顾右盼，仿佛在看一场闹剧。哎，你们这是在拍电影吗？这大红棺材整得挺喜庆啊！绿毛竟然还嬉皮笑脸地问，言语中满是对眼前危险的无知与轻蔑。初九的心顿时沉到谷底，他再次用舌尖顶住上颚，强压住红棺内的不安，厉声警告：“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吗？这里不安全，棺材里有脏东西，赶紧走！”然而绿毛却嘿嘿一笑，根本不把初九的警告放在心上，反而嘲讽道：“小伙，你演戏还挺敬业，整得跟真实一样。摄像机藏哪了？摄影师导演呢？”直到他突然环顾四周，发现除了初九之外，这附近竟然空无一人。可他非但没有察觉异样，反而掏出手机，对着初九和红棺就是一阵狂拍。他甚至还得意地冲女友喊道：“老婆，这人肯定是盗墓贼，我都给他把作案现场拍下来了，咱赶紧报警，肯定能立功。”
这些愚蠢至极的言语彻底点燃了初九心头的怒火。你给我把照片删了，马上走人！初九彻底火大，他从未见过如此不要命之人，他心急如焚，生怕红棺里的院尸出来，这两人连跑的机会都没有。可绿毛却更加嚣张，他冲初九竖起中指，挑衅道：“你特么谁啊？你让老子删老子就删！老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就说303县道这里有人在盗墓。”初九彻底无奈，他知道与这两人根本无法沟通，眼下最重要的任务依旧是压住红棺里的院尸，他只能强忍怒火，不再搭理。就在这一刻，咯咯咯咯，一阵阴冷刺耳的诡异笑声毫无征兆地从初九屁股下面的红棺里传了出来，这声音令初九双腿发软，几乎抽筋。而土坑上方的绿毛听到这诡异笑声，更是吓得够呛，他站都站不稳，脚下一滑，整个人尖叫着从土坑上方滚了下来，直到撞到初九身下的红棺才停住。绿毛脑袋被撞得晕晕乎乎，他挣扎着爬起来，捂着额头，喘着粗气问初九：“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初九清晰地看到一抹嫣红的血迹正从绿毛额头流下，染红了棺身，红棺见血，这乃是天大的不祥之兆。初九还来不及多想，砰的一声闷响传来，屁股下的红棺整个剧烈晃动，里面的院尸正在疯狂撞击棺盖，同时一股带着漩涡的阴风骤然刮起。不好，里面的院尸要出来了！初九大声嘶吼：“快跑！这棺材里面有僵尸！”绿毛被吓得腿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竟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土坑上方，绿毛的女友见势不妙，竟然丢下男友，转身就跑。砰！又是一次猛烈撞击，力道远超之前，棺盖连同初九都被下面的院尸狠狠撞起，初九险些摔下。快跑！他大吼一声，猛地跳下红棺，路过绿毛身旁时，顺势用力拉了他一把，然后头也不回地快速往土坑上方爬去。至于绿毛能否爬上来，就只能靠他自己了。初九心知该说的他已说完，能做的也已尽力，他绝不能为了一个毫不相干、自作孽之人，把自己的小命也赔上，更何况是绿毛自己作死，还差点害了初九。初九终于爬上土坑，回头一看，绿毛瘫坐在地，嘴巴张得老大，全身发抖，恐惧地盯着红棺。砰！随着一声震彻心扉的巨响，整个红棺瞬间四分五裂，一股浓郁的黑气从中扩散而出。见此情景，初九拔腿就跑，刚跑没多远，身后却突然传来师傅刘文刀带着笑意的声音：“小子，慢点跑，可别把鞋给跑丢了。”初九连忙停住脚步，回头一看，师傅刘文刀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嘴里叼着一根烟，笑眯眯地看着他。师傅，那院尸从棺材里出来了，还有人在下面。初九焦急地报告，刘文刀却打断了他的话，眼神中充满自信：“我都知道，问题不大，走，跟我来。”刘文刀背着背包，带着初九快步来到土坑近前。此时土坑下面的黑气已经散尽，绿毛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是吓晕还是已无生机。而在四分五裂的红棺正中央，一具女尸直挺挺地站立着，她身穿黑色寿衣，黑色长发，脸如白纸，双臂低垂，一动不动，宛如一尊恐怖的雕塑。师傅，那院尸怎么没反应？初九小声问道。刘文刀嘴角轻扬，自信地回答：“马上就有了。”他的话音刚落，垂着头的女尸猛地抬起头，一双灰褐色的眼珠死死盯着他们。女尸脸上那僵硬而又诡异的笑容，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恐怖，看得初九脚底板都直冒凉气。赤衣鬼，笑面师，八字不应绕着走。刘文刀看着土坑下面的女尸，语气带着一丝凝重，却又充满了身为升官人的豪气。他接着对初九说道：“徒弟，你可看好了，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你们张家升官人的真正手段，对付此院尸，双拳足矣。”刘文刀说着，掐灭嘴里的香烟，将背包丢到初九身旁。话音未落，他便赤手空拳地跳下了土坑。看到师傅如此自信，初九心中对院尸的恐惧也随之减少了几分，由衷敬佩师傅的艺高人胆大。刘文刀来到土坑之下，走到院尸面前，双手背在身后，身板挺得笔直，脸上毫无波澜，似乎站在他面前的院尸根本无法伤害到他，那份从容尽显大师风范。然而就在初九以为师傅胜券在握之时，院尸身体猛然一颤，怪叫一声，速度极快地冲刘文刀撞了过去。刘文刀躲闪不及，竟直接被院尸顶飞了出去，身子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土墙上，与尘土一同摔到地上的刘文刀还没爬起来，院尸再次扑了过去，毫不给对方喘息之机。初九见此，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他惊慌失措地大喊：“师傅，你没事吧？”被院尸压在身下的刘文刀强忍剧痛，冲着初九大声喊道：“初九，快把我背包里的升官锁扔下来！”初九闻言，连忙打开师傅丢在地上的背包，从中找到一根黑色的绳索，那正是师傅口中的升官锁。师傅，接住了！初九大喊一声，同时将手中的升官锁猛地扔了下去。刘文刀单手接住升官锁，往压在他身上的院尸狠狠抽了过去。升官锁抽在院尸胸口，冒出了一连串火光，瞬间将院尸击退数米。这时初九才看到师傅刘文刀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此刻有些狼狈，没了方才的自信，身上的衣服被院尸抓烂，胳膊上也挂了彩，但眼神依旧犀利。刘文刀活动了一下筋骨，带着一丝懊恼又有些狡黠的冲初九喊道：“初九，你师傅我刚才大意了，这具院尸不讲武德，来搞偷袭，你看我今天不打他个骨断筋折！”一场真正的恶战即将在这荒野土坑中彻底爆发。
9月初9，那原本该是张初九降临人间的喜日，却成了他一生的诅咒。母亲产后大出血，撒手人寰，父亲更是在同一夜离奇淹死。村里人都说他是克父克母的煞星，避之不及。唯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顾流言蜚语，靠着那贫瘠的几亩薄田，拼尽全力将他拉扯长大，给了他唯一的温暖。那份深沉的爱意是他对抗全世界的底气。直到那一年，一个同样命运多舛的男孩蒋超走进了他的世界，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亮。两人相依为命，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蒋超的爷爷，村里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虽腿有残疾，却心宽如海。他从未因张初九的煞星之名而有丝毫偏见，反而每次都以待贵宾之礼热情款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当张初九要回家，蒋爷爷都会亲自送到大门口，那笔直的腰杆和目送的眼神，似乎在默默守护着这个被命运诅咒的孩子。然而，在一个寻常的傍晚，平静被打破。爷爷奶奶突然要求初九去蒋爷爷家住，还没等他问清缘由，蒋爷爷就气喘吁吁地冲进了小院，满脸焦急地催促他立刻跟自己走。蒋爷爷，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初九稚嫩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安，而蒋爷爷却来不及解释，只是急切地重复着：现在来不及说了，赶紧走，今晚住我家。正当张初九困惑之际，爷爷的声音从屋内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沉重：初九，跟你蒋爷爷走。虽然不解，但从小听话的初九知道，爷爷奶奶绝不会害他。等一下，初九，让奶奶再抱抱。奶奶颤抖的声音撕裂空气，初九奔向奶奶的怀抱，被紧紧搂住。奶奶那剧烈颤抖的身体和那句好好听蒋爷爷的话，等着爷爷奶奶来接你回来，让幼小的初九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对劲。蒋爷爷抬头看了看天空，眼神中闪过一丝凝重，催促道：初九，时间不早了，走了。那一天9月初9，阴天，正好是张初九9岁的生日。他从未想到，这一走就是10年。10年光阴转瞬即逝，当张初99岁那年，他才终于从蒋爷爷口中得知真相。他的八字命格竟是甲寅、己土、乙卯、戊癸，五行主火，命中缺木，戊癸无木，乃乙卯戊癸七杀之命格。原来那所谓的七杀之命，庚寅不孕，牵连七亲，并非天生注定。他之所以早产，母亲大出血，父亲离奇身亡，竟是有人暗中蓄意谋划，算准时辰，篡改了他的八字，只为让他张家绝户。而蒋爷爷带走他，则是为了斩断这牵连七亲的诅咒，用10年的分离换来了爷爷奶奶的平安。这滔天的恨意瞬间吞噬了张初九的心，他发誓此生必将找出那个幕后黑手，为父母为家族报此血海深仇。这些年，蒋爷爷靠着算命为生，10里8乡无人不知他算得准。可当张初九好奇地问起自己的命格时，蒋爷爷却脸色凝重，语气坚决：我可不敢给你算命。这禁忌般的反应反而激起了张初九更强烈的好奇，他开始独自踏上寻找著名算命先生的旅程，试图解开自己八字的谜团。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有的算命先生见到他竟然直接收摊就跑，有的听完他的八字甚至自称骗子求他放过。他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八字竟然是所有算命先生的克星。7月初的清晨，蒋爷爷将张初九和蒋超唤至屋内，他的脸色异常苍白，眼神却前所未有的严肃，递给张初九一个黑色包裹，沉声道：初九，有几件事我得求你帮忙。张初九心头一震，这10年蒋爷爷待他如亲孙女，如今他有求，他怎能推辞？蒋爷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只要我能帮上忙，定义不容辞。蒋爷爷直直盯着张初九，从怀中摸出一个小本子，语气急促：第一件，你带着超子离开这村子，去这地址找一个叫刘文刀的人，千万不能找错，路上也绝不能跟陌生人说话。第二件，找到刘文刀后，立刻让他给你们安排一个跟死人有关的职业，必须是跟死人打交道的活，绝不能马虎。蒋超听闻，忍不住惊呼：爷爷，为什么要跟死人有关？我不想离开你，别问那么多，全部都按爷爷说的做。蒋爷爷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的脸色也愈发苍白，仿佛每说一句话都在耗尽他的生命力。最后一件事情，蒋爷爷再次从怀中摸出一个红色小布袋，递到张初九手中，声音沙哑却郑重：初九，你不是一直想找到害死你父母的那个人吗？这上面有他的线索，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过完今年的生日才能打开它，绝不能提前1天，万万不可忘记。张初九连连点头，心中却已是波涛汹涌。那布袋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这3件事关乎你们性命，不能马虎，一点错都不能犯。东西我都收拾好了，现在就走。蒋爷爷说着，从屋里拿出2个行囊，语气焦急而坚定，仿佛再晚一刻便会来不及。对了，你们一旦遇到危险，包里有2个平安口，拿出来握在手心就能保护你们，记住了。蒋爷爷最后的声音带着深深的嘱托，望着2个孩子远去的背影，他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他从未想过一夕之间竟要背井离乡。爷爷颤抖着声音，却字字如雷，无论发生什么，都得护着初九。这一夜，他们带着血海深仇和未知的命运，踏上了绝密的逃亡之路。蒋超更是生平第一次真正离家，他那一声声不舍的呼唤，宛如利刃般划破了爷爷的心。可爷爷却强忍着心痛，将所有情感都化为最坚定的嘱托：超子，你记住，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离开初九，更要护他周全。尽管蒋超不明白其中深意，可对爷爷言听计从的他，只坚定地点下了头。爷爷你放心，我都记住了。
爷爷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急促地催促着：“快走，别耗着了，路费在你们包里。我没去找你们之前，不要再回来。”那一刻，初九和蒋超都止不住的落泪。初九心头沉重，他知道，或正是害死自己父母的仇人找上门来，才逼得爷爷做出这般决绝的决定。那究竟是何等深仇大恨，竟要将他全家置于死地？初九，你看看本子上的地址远不远？要是远的话，咱先坐个3轮去镇上的客运站。蒋超的声音才把初九从思绪中拉回现实。他掏出笔记本，打开第1页，赫然映入眼帘的正是那至关重要的刘文刀的详细地址：古谷县到家村。通过手机地图一查，古谷县竟在隔壁省，不到200公里的路程，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他们先是挤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3轮车，穿梭于蜿蜒的乡间小路，随后又转乘城乡大巴，一路颠簸赶往中转站安爱市。历经近1天的舟车劳顿，天色将晚，他们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古谷县。可就在他们刚走出车站，一个看似和蔼的老太太便迎面走来，笑容满面地问道：“2位小伙子，住宿不？俺家里开宾馆的，给你们学生便宜。”眼看天色渐晚，蒋超本想着先找个地方落脚，便随口问道：“远不远？”老太太笑眯眯地回答：“不远，从这里到俺家也就10多分钟。”就在蒋超准备应下之际，初九脑海中猛然炸响爷爷的告诫：“切记，你们这一路上都不要跟任何陌生人讲话。”他二话不说，拉起蒋超就走。蒋超，走！走出车站，蒋超仍旧满脸困惑，他实在不明白初九为何突然变卦。初九神色凝重，低声提醒道：“蒋超，你难道忘了爷爷今天嘱咐我们的话了吗？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蒋超猛地一拍脑门，这才恍然大悟：“卧槽，这事儿我给忘了。初九，还是你记性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初九当机立断，改变了原计划：“走吧，咱也别住宿了，现在就打车去到家村找刘文刀。”蒋超毫不犹豫地点头：“行，都听你的。”当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听闻目的地是到家村时，却狐疑地看着两人，好心劝道：“小伙子，你们这么晚了去到家村干什么？那村子早就没人住了，荒废好几年了。”初九和蒋超对视一眼，心头沉重，急忙追问道：“师傅，那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吗？”司机肯定地点头：“早就没了，几年都没有人住了。”他见两人是外地来的，再次好心相劝：“我劝你们还是别去，那村子周边什么都没有，去了想回来连个车都打不到。”蒋超看向初九，眼神中满是犹豫：“我们去还是不去？”初九没有立刻回应，他在心底飞速盘算着，爷爷手绘的地址绝不会错。难道是到家村早已荒废，刘文刀也已搬走？可无论如何，他都要去确认一番。他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走吧，咱俩先去了再说。”司机再次提醒道：“你们确定啊？这大半夜的去了，可就不好回来了。”初九镇定自若的回应：“师傅，到时候您留个手机号码，我们要是想回来就打您电话，您再过去接下我们，来回的费用我们都出。”面对丰厚的车费，司机倒也爽快：“成，这个是我的名片，你们到时候打不到车想回来了，就打我电话。今天我值夜班，一晚上都在开车。”就这样，他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驶向了通往到家村的漫漫长路。古谷县本就偏远落后，夜幕降临，整个县城更是显得冷冷清清，路上几乎瞧不见行人。前往到家村的山路漫长而幽深，夜色之下，初九隐约看到一个人影站在路边，正不断招手拦车。可诡异的是，出租车司机却仿佛毫无所觉，径直加速开了过去。就在车子擦身而过的一瞬间，初九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霎时间，他惊出了一身冷汗。那个拦车的人影怎么那么像在车站遇到的那个老太太？他猛地回头，窗外却只有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初九心头一紧，连忙问道：“师傅，刚才路边是不是有个人在招手拦车？”司机闻言，险些将水喷了出来。他疑惑地看着初九：“我说小伙子，这大半夜的你可别跟我开玩笑，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有什么人招手？”司机的话让初九更加疑惑，他明明看得一清二楚，可蒋超却也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难道真是自己眼花了，出现了幻觉？夜里8点多，出租车终于抵达到家村。下车后，眼前的一切果然如司机所言，村子荒废多年，一眼望去，漆黑一片，杂草丛生，阴森森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再联想到路上那个诡异的老太太，初九的心头更是不安。司机再次劝说：“初九，我说的没错吧？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村子里根本就没有人。你们要是现在想回去，我再送你们回去。村子的确荒无人烟，继续待在这里也毫无意义。”初九刚准备拉开车门，突然一个惊悚的念头如电流般击中了他，顿时让他脊背发凉。他猛地转头，冲着蒋超喊道：“蒋超，我们去村子里面看看。”蒋超一脸疑惑，不解地看向初九：“初九，这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要初九冲他使了个眼色。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蒋超瞬间心领神会，立刻帮司机关上了车门。“师傅，你先回去吧，我们自己在村子里转转，真要想回去了就打你电话。”初九声音平静地说道。司机略显诧异地看了两人一眼，但还是点头：“行了，那我就走了，你们需要我来接就打电话。”说着，出租车掉头离去，只留下两人站在漆黑的村口。待出租车彻底消失在夜色中，蒋超才忍不住问道：“初九，刚才什么情况？”初九的目光紧锁蒋超：“我们上车以后，你喊过我的名字吗？”蒋超努力回想，然后摇头：“好像没有，我们在车里就没说几句话。”
初九的眼神猛地一沉，一字一顿地道出了惊人的真相。没错，你一路上都没有喊过我的名字，那位出租车司机又怎么会知道我叫初九？司机竟然直呼他的名字，陌生感和不安瞬间笼罩心头。两人才刚到这荒废的道家村，就发现这个司机不对劲，仿佛一切都在被预谋。更可怕的是，半夜里，一个白衣人影手持镰刀，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简陋的藏身之处。蒋超一拍脑门，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出租车司机根本不是什么好人，竟然能叫出初九的名字。这村子还一个人影都没有，越想越不对劲。初九心中警铃大作，他紧盯着远去的出租车，直到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这才稍稍放下心来。可一股莫名的恐惧感却早已如影随形。然而放眼望去，眼前除了残垣断壁，就是杂草丛生。这荒废已久的道家村，哪里还有半点人烟？蒋超环顾四周，心中已然生出退意。无奈之下，初九只能提议先找个地方将就一晚，等天亮了再做打算。毕竟夜幕已经彻底降临，在陌生的荒村里继续游荡，风险实在太大。两人最终选定了一间虽荒废已久，却仍能遮风挡雨的屋子。在昏暗的屋角，两人迅速搭起了简易的帐篷，为这漫漫长夜寻得一丝慰藉。山村的夜晚果然凉意袭人。初九和蒋超找来枯枝败叶，点燃了一堆小小的篝火，摇曳的火光瞬间驱散了周遭的寒意，带来些许温暖和安全感。火光跳跃，蒋超却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他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低声说起，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还问这村子里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初九厉声打断了他，警告他大半夜不要胡说八道。然而话音刚落，蒋超立刻做出了呸，阿弥陀佛，百无禁忌的举动，仿佛在自我安慰一般，却更显心虚。夜半时分，睡梦中的初九被生理需求唤醒，他迷迷糊糊地走出帐篷，却发现篝火已经微弱的快要熄灭。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屋外的冷风一吹，初九瞬间清醒了不少。解决完问题，正欲转身，却不经意间瞥见下面的山路上，一个黑色的模糊人影正朝着道家村缓慢移动。他心头猛地一凛，这大半夜的，谁会来这种荒村？难道是那个可疑的司机去而复返，要对他们图谋不轨？恐惧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初九不敢有丝毫迟疑，他飞奔回屋，一把摇醒了熟睡中的蒋超，压低声音急切地喊道：“有人来了，快跟我来！”蒋超猛然惊醒，一脸茫然地问道：“什么人来了？”还没等初九回答，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已经预示着危险的降临。来不及多说，初九拉着蒋超，两人迅速躲进屋子的角落。他们用一块破旧的草席紧紧盖住身体，屏住呼吸，企图隐藏在黑暗之中。踢踏踢踏，屋外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每一步都像踩在心尖上，直直地朝着他们藏身的屋子逼近。初九的心脏狂跳不止，冷汗浸湿了后背。终于，一个黑色的影子被月光拉长，投进了屋子。初九藏在草席下，眼珠死死盯着那个影子，心跳如鼓，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那个身影在屋内停顿片刻，似乎发现了帐篷和即将熄灭的篝火。他迈着缓慢而诡异的步伐，一步步踏入屋中，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笑声，咯咯咯咯。那诡异的笑声让初九瞬间毛骨悚然，全身汗毛倒竖。他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身旁的蒋超更是吓得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滚落脸颊，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笑声戛然而止，那个白衣身影突然晃了晃脑袋，用僵硬的如同木偶般的动作缓缓走向帐篷，然后他一点一点地掀开了帐篷门帘。帐篷里空无一人，老太太先是怔住，随即猛地转过头，那双血红色的眼珠在篝火微弱的火光映照下，赫然盯向了初九和蒋超藏身的方向。借着那微弱的火光，初九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竟然是之前在车站遇到的那个老太太。她手中赫然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长镰刀。初九的心脏狂跳不止，连呼吸都仿佛停止了。身旁的蒋超死死抓住他的胳膊，指尖的冰冷让初九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幻觉，那个老太太竟然一路追到了这里。老太太那双血红色的眼珠死死盯着他们藏身之处。突然，她缓缓转过身，紫黑色的嘴唇裂开，竟轻声哼唱起一段诡异的童谣：从前我也有个家，还有亲爱的爸爸妈妈。童谣内容越来越惊悚，充斥着血腥和死亡。最后，她再次发出了那令人头皮发麻的阴冷笑声，咯咯咯咯。这笑声仿佛要将他们的灵魂撕碎。笑声未歇，老太太突然迈开步子，径直朝着他们藏身的角落走了过来。不好，被发现了！初九的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全身颤抖，头皮发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初九猛地想起蒋爷爷送的平安扣，他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紧紧攥在掌心。一股刺痛感瞬间从手心传来，似乎有什么力量被唤醒。奇迹发生了，距离他们仅2米的老太太骤然停住了脚步。初九透过草席的破洞，清楚地看到老太太脸上凶狠狰狞的表情，紫黑色的嘴巴不断抖动，仿佛恨不得将他们生吞活剥。初九，你躲得了初一，逃不过15。咯咯咯咯，老太太盯着他们冷笑了许久，留下一句充满威胁的话语，才不甘心地转身，蹒跚着离开了屋子。确定那凶神恶煞的老太太彻底走远，初九和蒋超才敢从草席下钻出来，双腿因长时间的蹲伏而麻木。两人相互扶持着，逐渐缓过神来，脸上仍残留着惊魂未定的恐惧。初九低头看向手中的平安扣，光滑的玉质上不知何时已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红色裂痕，这裂痕无声地昭示着刚才的危险并非虚妄。
蒋超的声音带着哭腔，他惊魂未定地问道：“初九，那老太太刚才是不是想杀了我们？快报警！”他颤抖着掏出手机，却发现这里竟然根本没有信号，报警无门。这荒村已然危机四伏，两人再也不敢多留一刻。正当他们准备收拾东西夺门而逃时，门外却突然再次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头戴斗笠，身披蓝色雨衣，雨水顺着衣摆不断滴落，模糊了来人的面容，却徒增了几分神秘与压迫感。初九颤抖着声音问道：“谁？”那男人微微一笑，磁性的声音打破了死寂：“我叫刘文刀。”他的出现究竟是救赎，还是更深的陷阱？神秘的道家村里，他竟然就是那个被爷爷千叮万嘱要我们寻找的刘文刀。然而，眼前这个自称刘文刀的男人，身份证上却显示他已年过半百，本人竟是30出头。更诡异的是，他竟直言这个村子不干净，我们能否活过今晚，全凭造化。听到刘文刀这个名字，初九的心脏瞬间悬起，却又立刻涌上深深的警惕。毕竟经历了一系列诡异事件后，他对眼前这个陌生人充满了本能的怀疑。刘文刀没有多言，只是默默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身份证，平静地递了过来，仿佛早已预料到他们的质疑。初九小心翼翼地接过，当他看清身份证上的照片确实是刘文刀本人时，本以为疑虑能消散，谁知一眼扫到出生年月，他惊得瞳孔骤缩。1966年6月，这意味着刘文刀如今至少已年过半百。可眼前这人分明只有30出头的模样，巨大的年龄差让初九心头一震，这身份证绝不可能是他本人的。刘文刀似乎看穿了初九的心思，语气平静，带着一丝无奈：“是不是觉得我看起来不像50多岁，长得太年轻，有时也很烦恼？你们是蒋公明派来的吧？”蒋超立刻点头，心中燃起一丝希望：“对，我爷爷蒋公明让我们来找您，您真的是刘文刀吗？”刘文刀收回身份证，脸上笑容意味深长：“信不过我，那我也没办法。这村子不干净，活人只剩我一个，你们能否熬过今晚，全凭造化了。”他话音未落，竟是直接转身离去。初九和蒋超眼神交汇，心中涌起巨大的不安。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村子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追上去。孤注一掷，刘大哥，我们信你。走投无路的初九和蒋超深知，若刘文刀真欲加害，大可不必多此一举。此刻选择相信，是他们唯一的生机。刘文刀停下脚步，抖了抖雨衣上的水珠，缓缓转过身，眼神扫过他们，平静地宣告：“没大没小，从今晚起，我就是你们的师傅。”就这样，初九和蒋超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刘文刀的徒弟。命运的齿轮开始在诡异的道家村中转动。当天深夜，刘文刀带着初九和蒋超回到了他位于村南的住所，一座废弃多年的古老道观，空气中弥漫着陈旧与神秘的气息。在摇曳的灯光下，初九将之前遇到恐怖老太太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文刀，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深入骨髓的恐惧。刘文刀听闻后，双眼微微眯起，深邃的目光落在初九身上，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与警告：“看来你们张家确实没落了，连那些阿猫阿狗都敢跳出来。不过，你既已是我刘文刀的徒弟，那老东西我定饶不了他。”初九心头一动，好奇地问道：“我们张家之前很厉害吗？”他从未听闻家族有过这般辉煌。此刻的刘文刀仿佛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刘文刀闻言只是笑了笑，并未正面回答，而是故作神秘地摆了摆手：“别问了，现在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时间不早，早点去睡觉。”一夜的奔波与惊吓让初九和蒋超早已精疲力尽，躺下没多久便沉沉睡去，对未来充满了未知与期待。第二天一早，初九找到刘文刀，转达了蒋爷爷的嘱托，希望刘文刀能为他们找一份与死人相关的工作。刘文刀点了点头，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蒋公明早就跟我说过了，待会儿你们跟我来。午饭时分，刘文刀将初九和蒋超带到古古县城。初九被安排在一家棺材铺当学徒，而蒋超的工作却显得更为特殊，跟着一位老先生学习哭泣棺，也就是俗称的哭丧。所谓哭泣棺，是民间认为人死后需过7道关卡才能抵达阴间，亲属则需以撕心裂肺的哭声指引亡魂。蒋超因为哭得不够专业，没少挨师傅的揍，那惨烈的哭喊声常常隔着半条街都能清晰入耳。相比之下，初九则庆幸不已。他坐在棺材铺里，看着一口口漆黑的棺材，心中暗自庆幸，还好被送去学哭泣棺的不是自己。从此以后，初九和蒋超不仅是好兄弟，更在业务上有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初九的工作是随同出殡队伍收棺，而蒋超则负责在队伍中哭丧。每当初九跟着秦老去收棺时，总能看到蒋超身穿麻衣，拖着木棍，一边哭得撕心裂肺，一边大声唱着哭泣棺。那份强装的悲伤总是让初九忍俊不禁。8月初的一天傍晚，蒋超下班后照常跑到棺材铺找初九玩，他满脸兴奋地对初九说：“初九，今天几点关门？哥带你去吃龙虾。”初九好奇地看着蒋超，打趣道：“怎么了？你师傅给你提前发工资了？”他深知蒋超月光族的习性，这般豪气实属罕见。蒋超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出300块现金，在初九面前晃了晃，得意地炫耀：“今天哥们我走运了，捡到300块钱。我师傅说捡到的钱不能带回家，等你关门我就请你去吃龙虾。运气这么好，在哪捡到的？”初九随口一问，并未将这意外之财放在心上。蒋超不假思索地回答：“县医院后门。”随后他催促道：“行了，这都到饭点了，你几点关门？”初九看了一眼时间，正是棺材铺必须关门的时候。
他跟秦老打了招呼，便和蒋超出门去吃龙虾，全然不知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古谷县城消费不高，两人连吃带喝，只花了200块钱，享受了一顿难得的饕餮盛宴。吃饱喝足的初九回到棺材铺，却发现原本安坐在藤椅上的秦老竟然一下子站了起来，眼神锐利地盯着初九的额头，气氛瞬间凝重。初九，今天晚上你们去哪了？秦老的语气不容置疑，带着一丝焦急和担忧。初九被秦老严肃的表情吓了一跳，连忙如实回答：我们就去了街口的老王龙虾馆。秦老并未放松，紧接着追问有没有去一些不干净的地方。那份紧迫感让初九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初九摇头，没有，吃完龙虾我就马上回来了。蒋超捡到300块钱，我们就一起去把这钱给花了。捡到300块钱，在哪捡到的？秦老听到300块钱和捡到2个字，脸色骤变，语气瞬间变得急促，似乎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初九迟疑片刻，回答道：好像在县医院的后门。秦老闻言，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猛地对初九说道：你赶紧给蒋超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秦老的面部表情和语气让初九瞬间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仿佛他和蒋超惹到了什么天大的麻烦。他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蒋超的电话。10几分钟后，蒋超气喘吁吁地跑进棺材铺，不明所以的他刚一进门就被秦老急切地问道：蒋超，你今天在医院后门捡了300块钱？蒋超点点头，一脸茫然：是啊，怎么了？秦老，他完全没意识到这笔钱背后隐藏的巨大危机。秦老死死盯着蒋超，语气森然，一字一句地问道：那300块钱是不是被叠成了三角形，用一根红线绑着，里面还有一张白纸？蒋超闻言，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愣在原地，脸色变得煞白，惊恐地反问道：秦老，您怎么知道的？秦老气得猛拍大腿，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医院里带红线的钱你也敢捡？那是用来买命的钱啊！一声怒吼如同惊雷般在棺材铺炸响，预示着一场无法预测的灾祸已然降临。蒋超竟然捡到了诡异的买命钱，花掉这钱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命卖给对方。更可怕的是，蒋超不仅花了这笔钱，还把一部分给了初九充话费。如今两人都性命堪忧，蒋超瞬间吓得脸色发白，他慌乱地求助秦老，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完全不懂这种恐怖的规矩。一旁的初九心生疑惑，急忙追问秦老这买命钱究竟是何意。秦老长叹一声，语气沉重地解释道：这正是医院里某些为家人续命的禁忌之术，用钱裹住性命，丢在地上，一旦有人花掉，就等于将自己的命卖了出去。真相揭露，蒋超的心彻底沉入谷底，他绝望地颤抖着，再次恳求秦老出手相救，哀嚎着自己真的不知道这等诡异规矩。秦老深知事态严重，立刻追问蒋超那300块钱是否已经全部花光，如果还有剩余，或许能将钱放入庙宇功德箱，请求佛祖庇佑，与那邪物相抗。谁知蒋超无力地摇了摇头，他把所有钱都花光了，甚至还用剩下的100块钱给初九充了话费。初九听到这话，差点气得当场给蒋超一脚。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成了这买命钱的受害者。这蒋超简直是把他往死里坑啊！秦老看着这两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告诉蒋超今晚不能回家，要和初九一起住在店里，并告诫他们以后绝不能捡拾医院、火葬场、河边、十字路口的钱。蒋超连连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恐惧和对秦老命令的绝对服从。秦老说完，立刻催促初九和蒋超赶紧把店门关上，自己则步履匆匆地快步走进了屋里。初九越想越气，质问蒋超为何不给自己充话费，偏偏给他充，难道是故意的吗？蒋超急忙辩解，他原本打算给自己充，可移动营业厅关门了，想着捡来的钱也不能带回去，才去连通给初九充了。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初九无奈地摇了摇头，决定先不追究，等待秦老的指示，然后转身走出店门，准备将外面的花圈搬进来。然而刚一出门，他瞬间愣住了，因为地上赫然放着200块钱，上面依旧绑着那诡异的红线。这分明是对方已经知道他们捡了买命钱，现在找上门来了。就在初九准备回屋喊秦老的时候，一个乞丐突然从路边窜出，如饿狼扑食般冲了过来，一把将地上的200块钱捡了起来。初九急得大喊出声，试图阻止乞丐，那钱绝不能拿。谁知乞丐猛地回头，恶狠狠地瞪了初九一眼，怒斥道：这钱是他捡到的，凭什么不能拿？初九好心相劝，这可是买命钱，拿了会出大事的。然而乞丐根本不信，冲着初九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黑牙，随即头也不回地跑了。就在这时，蒋超从店里走了出来，疑惑地询问初九在跟谁说话。初九焦急地告诉蒋超，刚才这里有200块钱，也是绑着红线，他本想叫秦老，却被一个路过的乞丐捡走了。话音刚落，秦老的声音突然从店里传来，带着一丝无奈和宿命般的叹息，这一切都是命数，并让他们赶紧回去。当晚，秦老在初九房间的床上摆放了2个扎纸人，小心翼翼地将他和蒋超的生辰八字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然后塞进了纸人的肚子里。紧接着，秦老又拿来一把剪刀，分别从初九和蒋超头上剪下一小缕头发，用红线绑好后，也一并放进了扎纸人的肚子里。初九满心疑惑，忍不住开口询问秦老这扎纸人的作用。秦老神情严肃，不容置疑地命令两人今晚哪儿都不能去，必须睡在店里的棺材里，现在就去。看到秦老如此严肃，初九和蒋超终于意识到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于是乖乖地爬进了店里的棺材。一进入棺材，
初九才发现，细心的秦老早已在里面铺上了厚厚的棉被，让冰冷的棺材有了些许温暖。就在两人准备躺平时，秦老又拿来一盒香灰，命令他们将香灰抹在前额和两边的肩膀上。秦老语重心长地告诫两人，今晚就睡在棺材里，无论外面听到任何声音，都绝不能说话，更不能出来，切记。然而蒋超却冒失地问，如果半夜想尿尿怎么办？秦老闻言，狠狠瞪了蒋超一眼，反问道，那点尿能在棺材里把自己淹死不成？随即看了一眼时间，催促两人赶紧躺下。初九和蒋超立即躺平，秦老缓缓推上棺材盖，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供空气流通，确保他们能够呼吸。秦老最后一次郑重地嘱咐道，千万记住他的话，否则他们活不过今晚。随后便快步走出店铺，将店门紧紧锁上，整个店铺瞬间陷入死寂。初九只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脏狂跳的声音，他和蒋超一动不敢动，一言不敢发。漫长的时间过去，就在初九迷迷糊糊即将睡着之际，一阵清晰的敲门声突然响起，那声音不大，却真真切切。初九的困意瞬间全无，他从未听过有人半夜敲棺材铺的门，难道那个东西真的来了？敲门声戛然而止，紧接着一声咔嚓的开锁声，仿佛死神的镰刀落下，清晰的回荡在寂静的夜里。吱呀一声，两扇店门被缓缓推开，一阵沉闷的脚步声响起，有人从外面走了进来。随即，一个阴冷刺耳的老太太声音开始哼唱起诡异的歌谣：我在马路边捡到钱，捡到钱，把钱花光就把命拿来，命拿来呀，命拿来，一个都别想跑。那声音阴冷刺耳，让人听后不寒而栗。初九心头一紧，果然来了。当那老太太走到初九藏身的棺材旁时，她竟然伸出手，轻轻扶了一下棺材盖。初九躺在里面，双眼紧闭，强烈的恐惧感让他全身发毛，心脏快要跳到嗓子眼。不经意间，初九透过棺材盖的缝隙，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腐肉味，那是死亡腐朽的气息。老太太走过棺材，继续一边阴森的哼着歌，一边往店铺深处的屋子里走去。歌声渐渐远去，最终戛然而止，整个棺材铺再次回归死一般的平静。初九躺在棺材里，大气都不敢出，吓出了一身冷汗。然而这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咬声从里面的屋子里传来，那声音就像某种饥饿的野兽正在疯狂撕扯床上的纸人替身。这种让人胆颤心惊的撕扯声持续了1-2分钟后便突然停止，紧接着老太太那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她正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重新路过初九和蒋超藏身的棺材。空无一人的棺材铺里，老太婆的出现让空气瞬间凝固，她嗅探着死亡的气息，而我却和兄弟藏身棺椁，只能屏息听着死亡步步逼近。然而一声熟悉的呼唤打破了僵局，可那分明是秦老的声音，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致命诱惑。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已平息时，一阵诡异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棺材铺。原来那红衣老太婆竟在用鼻子嗅探着空气中弥漫的生人气息，她那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如同催命符般在寂静中回荡，敲击着我们的心脏。突然一声熟悉而慈祥的呼唤打破了死寂，初九，初九，你在哪？那分明是秦老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可随即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头皮直冲脊梁。这声音完美的毫无破绽，却绝对不是真正的秦老。那冒牌的秦老声音还在继续，温柔而蛊惑，初九，出来吧，我是秦老。这恐怖的模仿让人毛骨悚然。然而我和蒋超深知其中蹊跷，无论外面那东西如何呼唤，都紧闭棺材，纹丝不动。就在那虚假的呼唤渐渐远去，我们以为危机已过时，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炸响。请你不要再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蒋超的手机虽然他瞬间挂断，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铃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诡异而冰冷的冷笑，仿佛厉鬼的低语。紧接着我藏身的棺材猛地传来一声砰的巨响，整个棺材剧烈震颤，那东西竟然扑到了我的棺材上。那一刻我几乎魂飞魄散，还没等我从棺材里挣扎出来，棺材盖竟然被那东西一把掀开。我吓得魂不附体，猛地跳出棺材，却在下一秒感觉后脖颈被一双冰冷的手牢牢抓住，瞬间动弹不得。那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声音再次响起，就在我耳后，咯咯咯咯，张家的后生。我说过，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我全身颤抖，怒吼着质问，却只得到那老太婆冰冷的回应：无冤无仇，用了我的买命钱，那就得把小命交出来。阴冷的声音如刀般刮过我的耳膜，掐住我脖颈的手猛然收紧，巨大的力量让我瞬间窒息，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就在我以为必死无疑的瞬间，一声熟悉的怒吼如惊雷般炸响：初九，别怕，我来了！蒋超竟推开棺盖，从里面跳了出来，他右手上紧握着那枚爷爷送的玉佩平安扣，一步步走向我身后的怪物。那怪物果然对平安扣有所忌讳，松开了掐住我脖颈的手，我整个人瘫软在地，剧烈的喘息着。回过头，借着窗外惨淡的月光，终于看清了那张脸，竟然是道家村遇到的红衣老太婆。我已经打电话喊人了，你赶紧滚！蒋超用平安扣对准老太婆，色厉内荏的大声喊道。那老太婆猛然抬起头，露出一双血红的眼珠，死死盯着蒋超，眼中充满怨毒。对面的红衣老太婆面色紫青，狰狞可怖，竟猛地发出一声刺耳的怪叫，她眼中血光更盛，瞬间扑向蒋超。蒋超，小心！我刚想起身去帮忙，突然
窗外传来一声嘹亮的公鸡打鸣，公鸡的啼鸣划破夜空。那老太婆身形一僵，全身猛地颤抖，她仿佛受到了某种诅咒般的冲击，竟猛地撞破窗户，狼狈地逃走了。危机解除，我和蒋超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秦老就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要不是我提前回来，你们俩的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他眼中满是后怕和心疼。天亮后，秦老急匆匆地带着撕碎的纸人去后山焚烧，而我和蒋超则负责看店。然而店门刚开，街边一群围观的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凑近一看，一个死去的乞丐赫然躺在地上。那乞丐正是捡走买命钱的人，他脸色铁青，嘴巴大张，一双灰白的眼球死死盯着前方，脖子上赫然生出了暗黑色的尸斑。他的死状恐怖，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度可怕的事物，被活活吓死。初九，咱们走吧。我看着这死人怪瘆人的，蒋超被眼前的惨状吓得面无血色，催促着我离开。秦老说的没错，捡了买命钱，小命就保不住了，这让我内心一阵后怕。回到棺材铺，蒋超心有余悸，担忧地问我：“初九，你说那老太太要是再来找咱们，可怎么办？”他眼神中充满不安，我知道这阴影已深深烙在他心里。我安慰他，就算不捡买命钱，那老太婆也会找上门。她从我们一进谷谷县就盯上了。可这安慰并没有完全打消蒋超的恐惧。直到秦老回来，他神情严肃，语出惊人。秦老把我们喊到屋里，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初九，蒋超，你们惹到的那个东西，恐怕不只是买命钱那么简单。我只是个棺材匠，能帮你们多活一夜已是尽力。若想活下去，必须去找你们的师傅刘文刀。我们的师傅刘文刀，他现在在哪？还在道家村吗？我急切地问道。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一个洒脱不羁的男声：“不用你们去找我，我自己来了。”我猛然回头，来人正是我的师傅刘文刀。刘文刀走进棺材铺，打量着店里的几口棺材，脸上带着一丝玩味地对秦老说：“我说秦老，到我走的那一天，你给我整上一副上好的阴沉木棺，再雕刻10个8个美女，这样我埋在地下也不寂寞。”他们被一个神秘的老太婆夜夜索命，性命危在旦夕，直到师傅刘文刀现身，轻描淡写的宣告那东西再也无法靠近半步。可他却不知，这平静之下隐藏着一个关于父母血仇必须在生日解开的惊天秘密。秦老看着刘文刀，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关切。他知道昨夜那股索命的力量绝非寻常，而刘文刀的到来似乎才让一切有了转机。刘文刀一边轻抚着初九和蒋超的头顶，一边郑重地嘱咐着他们俩的八字非比寻常，此次现身正是为了彻底解决那盘桓不去的诡异之物。他将守护徒弟的心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语重心长地告诫2个徒弟，务必听从秦老和老李头的教诲，因为只有努力学习前辈的本事，未来才可能拥有立足于世的养家能力。初九的心头疑惑重重，他急切地追问师傅，那个缠绕他们多日的老太婆究竟是人是鬼？为何要如此执着地加害于他们？刘文刀只是冷哼一声，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大自信，斩钉截铁地宣告：无论那老太婆是何种存在，从今往后都将再也无法侵扰他们半分。话音刚落，他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甚至来不及和秦老多说一句告别的话，仿佛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无需多言。自刘文刀师傅离去后，那股诡异而可怕的气息果然彻底消失，仿佛一切都回归了最初的平静。但初九心中却早已波澜暗涌，他每日都翘首以盼自己的生日快点到来，因为只有过了那个特殊的日子，他才能打开蒋超爷爷留下的红色布袋，去揭开当年父母被害的血腥真相。在一个普通的周末，秦老突然宣布，是时候让初九开始学习真正的本事了。他将一本名为《青鸟风水术》的古籍交给了初九，随后便启程前往外地采购木材，留下初九一人看店。初九刚吃完外卖，便迫不及待地沉浸在青鸟风水术的玄奥世界中。然而店门被推开的声响却将他从古籍中唤醒，抬头望去，一道亮丽的身影映入眼帘，来人竟是一位身着制服的女交警。她肤白貌美，身材高挑，自带一股英气。初九瞬间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内心泛起了涟漪。美女交警的目光扫过店面，最终落在初九身上，带着一丝疑惑与探寻问道：“小帅哥，秦老可在店里？”初九慌忙从椅子上站起，结结巴巴地解释秦老外出采购木材，并急于表现自己，信誓旦旦地保证关于棺材的一切事宜他都了如指掌。美女交警眼神中闪过一丝好奇，再次打量着他，询问他是否是秦老店里新收的伙计。初九连忙点头承认，并将秦老视为师傅，表示自己正在学习手艺。秦玉闻言点头，随即道明来意，原来是交警队需要与秦记棺材铺合作，共同宣传醉驾和超速的危害。他详细解释着，希望棺材铺能提供一个署名权。初九越听越是困惑，心里直犯嘀咕：醉驾超速与自己这个卖棺材的究竟能有什么联系？这跨界合作实在让他摸不着头脑。秦玉继续解释，强调秦记棺材铺在谷谷县城知名度极高，因此被选中。他描绘着合作能提升知名度，更是一件行善积德的好事，企图说服初九。初九依旧一头雾水，他礼貌地打断秦玉，恳请他能直接说明白秦记棺材铺到底该如何与他们交警队合作，才能真正发挥警示作用。秦玉不再卖关子，他从手机里找出一张图片展示给初九，图上赫然是一个警示牌的初步策划，上面写着惊人的警示语：
别醉驾超速了，我们店已经忙不过来了。警示牌下方赫然是秦记棺材铺的署名。秦玉强调，正是这个真实存在的棺材铺署名，才能赋予警示牌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初九终于明白了，这样的警示方式确实独特且具有冲击力，能有效提醒司机安全驾驶，是件善举。然而，棺材铺的署名权，他一个小小学徒又怎能做主？他无奈之下拨打秦老的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秦老仿佛人间蒸发，让初九陷入两难。他只好向美女交警说明情况，建议他明日再来。毕竟署名权事关重大，自己无法擅自做主，语气中充满了遗憾与无力。尽管心中100个想帮秦玉的忙，可这毕竟是秦老的店，他不能越俎代庖，只得耐心解释。秦玉却自信地表示，秦老肯定会同意这样的善举，并顺势提出，如果合作达成，初九可以添加他的 QQ 好友，拉进小组群里，以便后续沟通。秦玉后面说了些什么，初九已全然听不进去，他脑海中只回荡着那句合作可以加他的 QQ。这一刻，所有的犹豫和顾虑都烟消云散。为了加上美女交警的 QQ， 初九一瞬间豁出去了。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合作必须合作，像这种行善积德的好事，我们秦记棺材铺那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于是，初九成功添加了秦玉的 QQ 好友。在相互备注的那一刻，他得知了美女交警的名字秦玉，一个像他本人一样清新而有力量的名字。秦玉看了一眼时间，询问初九下午是否有空，如果方便，他可以骑车载他直接去交警队，先拍摄宣传视频，再制作警示牌。初九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有时间，必须有时间。仿佛这句话蕴含着他所有的热情与期待，他根本不想错过任何与秦玉相处的机会。秦玉听到初九如此积极，略带一丝疑问地问他是否会耽误店里的生意，毕竟棺材铺的生意有时也需要人照看。初九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笑着解释，买棺材的客人通常都在上午，下午店里反而清闲。此刻他眼里只有眼前的秦玉。秦玉微笑着点头，感谢初九的帮忙。初九则连忙表示不麻烦，应该的，仿佛能为他效劳，是再荣幸不过的事情。初九迅速关上店门，转身看到秦玉已经帅气地骑上了白色的摩托警车，他兴奋地坐上后座，双手却紧张的不知该放何处。秦玉的声音带着一丝俏皮传来，你用手扶着我腰就行，待会别摔下去。那一瞬间，初九简直乐开了花，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绽放。初九双手颤抖着扶上美女交警纤细的腰肢，坐在警车上。当红灯亮起，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简直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这一路上，初九心猿意马，浮想联翩，甚至想冲动地问一问这位美女交警是否单身。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心动。抵达交警大队后，初九积极配合他们拍摄了一个宣传醉驾和超速的短视频，随后又与制作好的警示牌合影留念，完成了他的首次触电。忙完这一切，秦玉微笑着向初九道谢，并提出要送他回去。初九的心头再次泛起喜悦，他可以再次感受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旅程。于是，初九再次坐上秦玉的警车后座，一路迎风，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潇洒与心跳。这段短暂的骑行，成为了他心中最珍贵的回忆。秦玉将初九送回棺材铺后便离开了。初九哼着小曲，打开店门，看了看时间，准备打电话给蒋超，邀他一起共进晚餐，度过这美好的一天。然而，就在他即将拨出电话之时，店里却走进了一位不速之客。他的脚步声打破了傍晚的宁静，带来了一丝不祥的预感。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消瘦、脸上脏兮兮的约莫11、12岁的小男孩，他的眼珠布满血丝，身上的衣服和裤子都打满了补丁，显得异常破旧。初九心中暗自吃惊，如今这年代，竟还有孩子穿如此破烂的衣服，这景象让他感到一丝心酸。预感着小男孩的到来绝非偶然，小男孩环视一圈，发现店里只有初九一人，便鼓起勇气，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问道：“哥哥，我可不可以问你借一口棺材？我爸爸他死了，到现在还没有棺材下葬。”初九闻言大惊失色，连忙追问小男孩父亲的住处，以及为何家中无人为他父亲购置棺材，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小男孩听到初九的询问，眼泪瞬间涌出，他抽噎着回答：“家在牛村，家里实在没有钱，根本买不起棺材安葬父亲。”那份无助与悲伤瞬间刺痛了初九的心。初九猛然想起秦老曾接待过买不起棺材的家属，不仅分文不取白送棺材，甚至还赠送纸人。秦老的仁义之举让他深受触动。此刻面对小男孩，他内心已有了答案。他告诉小男孩稍等片刻，自己要给老板打电话确认，但秦老的电话却依然无法接通，仿佛信号被某种神秘力量阻断，这让初九的心头涌上一丝烦躁。秦老到底去了哪里？怎么一整天电话都打不通？初九挂断电话，看着眼前这个还在无声流泪的小男孩，一股强烈的恻隐之心涌上心头。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他暗下决心，白送就白送，大不了让秦老从自己的工资里扣。他相信，如果秦老在场，也一定会答应这个请求。于是他心一横，决定联系蒋超，一同前往牛村送棺材。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竟走进棺材铺，只为给死去的父亲买一副棺材。可他拿出的却不是钱，而是一个破旧的变形金刚，眼神里全是无助和哀伤。谁也没想到，这个懂事孝顺的孩子，竟是早已离世的魂魄，只为给父亲寻一个安身之所。初九妥善安顿好棺材，
随即带着小男孩和蒋超一同坐进了司机师傅的车里。车子缓缓启动，朝着远方的牛村驶去。路上，蒋超按捺不住好奇，看着依偎在初九身旁的小男孩，声音带着一丝温和的询问起来。他实在不解，这孩子为何会独自一人买棺材？小男孩抬起头，黑亮的眸子瞥了一眼蒋超，眼神里充满了警惕与不安。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又低下头。蒋超不死心，继续尝试沟通，询问小男孩的名字。男孩的声音细弱而紧张，透露着一丝不安。听到男孩名叫张凯，蒋超还打趣地说他与初九同姓。然而，当他问及小男孩的学业，小男孩却再次陷入了沉默，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沉默片刻后，小男孩颤抖着从怀里的黑色塑料袋中掏出一个变形金刚玩具，他痴迷地凝视着他，眼神复杂。随后，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初九的衣角，将玩具递了过去。那双漆黑的眸子直直地望着初九，声音带着一丝恳求与不舍：“哥哥，今天是我生日，这是爸爸昨天给我买的，我想把它送给你。”初九看着小男孩手那承载了父爱与期盼的玩具，心头一酸。他温柔地劝慰男孩，希望他能珍藏这份宝贵的礼物。小男孩听后，眼神黯淡，沉默许久，最终他带着哭腔：“那句可是我只有这个了。”像一把钝刀，狠狠扎进了初九的心里。初九被这句无助的童言深深触动，他笑着伸出手，试图抚摸小男孩的头，想用温暖的话语安慰他，并承诺这口棺材算作送给他的礼物，希望他长大后能回报这份善意。然而，小男孩却下意识地避开了那份善意。小男孩低垂着头，轻声说着：“我也想长大。”随着这句话，一滴晶莹的泪珠无声地划过他苍白的脸颊，仿佛预示着一个不愿面对的悲剧。初九的心瞬间被揪紧。当车子终于驶入牛村时，天色已蒙蒙发暗，黄昏的余晖被沉重的阴影吞噬。小男孩安静地指引着方向，车子径直开到了他家门前。初九从轻卡上跳下，映入眼帘的是3间摇摇欲坠的老砖房，锈穿的铁门仿佛诉说着这个家庭的贫困与不幸。眼前的景象让初九的心情愈发沉重。他轻轻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与司机师傅合力，小心翼翼地将那口沉重的棺材推进了小男孩家的院子，每一步都显得那么庄重，又那么心酸。“王师傅，麻烦您了，老规矩，仗记我师傅勤劳呢。”初九对司机师傅王师傅说道。王师傅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便驾车离去，留下了初九和蒋超在逐渐被夜色吞噬的院子里。送走了王师傅兄弟，初九转身想再找小男孩，却发现院子里空空荡荡，小男孩的身影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初九心中生疑，大声呼喊，却只有风声回应着他。初九加快脚步冲到院外，路上有几位村民远远地张望着，似乎在窃窃私语。然而，无论他怎么寻找，两边的路上都没有小男孩的踪影。他去了哪里？初九的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带着满腹疑惑，初九和蒋超再次回到院子，决定到屋里寻找。刚推开那扇破旧的门，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紧接着，一具男性的尸体赫然映入眼帘，静静地躺在地上，仅用一张破草席随意遮盖。这应该就是小男孩口中去世的父亲了。然而，他们走得匆忙，竟忘了细问小男孩父亲去世的原因。蒋超被眼前的尸体吓得连连后退，脸色发白。初九鼓足勇气，强忍着内心的不安，慢慢走进尸体。在破草席边缘，他震惊地发现，一小截孩童的手臂僵硬地露在外面，指尖已经发紫。他心中猛地一颤，一个惊人的猜测瞬间浮现。初九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鼓足了全身的勇气，一把掀开了那张破旧的草席。果然，在父亲尸体的下方，还躺着一具瘦小的孩童尸体。他如遭雷击，浑身发麻。那正是来店里借棺材的小男孩。他脸上发黑的血迹早已凝固，双眼紧闭，身体冰冷的紧靠在父亲身旁。他手里还紧紧抓着那个碎裂的变形金刚玩具，那份属于生日的喜悦，如今却成了无尽的悲凉。这一刻，初九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呆立原地，久久不能言语。直到片刻之后，他才猛然醒悟，如果小男孩已经死了，那么来店里找他的竟是他的魂魄，那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为了让父亲入土为安，竟化作鬼魂来求助。初九，这不就是刚刚那个孩子吗？难不成我们今天见鬼了？蒋超的惊恐打破了屋内的死寂。初九强忍着悲痛，安抚蒋超，他的目光落在小男孩紧抓的玩具上，那份父子情深让他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初九再次拨通了王师傅的电话，声音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他要回去再运一副小棺材和花圈，无论如何都要让这对苦命的父子安然入土。在等待王师傅的见习，初九和蒋超从村民口得知了这对父子的悲惨身世：爷爷得了胃癌，花光积蓄，还欠下巨债；母亲跑了，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拼命跑车还债，却不幸遭遇车祸，父子双亡，无人收敛。初九听完后，当机立断与村委商议，决定由秦记棺材铺免费提供棺材，并请求村里为父子俩安排墓地。村委正愁无人处理，闻言立刻应允，当夜便派人开挖墓穴，依照横死之人夜里下葬的习俗，整整一夜。初九、蒋超和村民们忙碌不停，将这对苦命的父子入棺下葬，让他们在月光下终于团聚。所有人都默默地为他们送行，愿逝者安息，告别牛村。初九和蒋超踏上归途，一阵微风从身后拂过，
耳边似乎响起小男孩那稚嫩而微弱的声音：“大哥哥，谢谢你。”那一刻，初九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了。回到棺材铺，已是深夜11点多，两人都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初九提议请蒋超去吃烧烤，以示感谢，蒋超却累得直接靠在椅子上，连连摆手：“提一点外卖，他实在是太累了，连挪动一步的力气都没有。烧烤外卖送过来就不好吃了，我去买。”初九知道蒋超的习惯，独自一人走上街头，为两人准备宵夜。他心想，这夜虽长，总算能有片刻的安宁了。打包好烧烤，初九在回程的路上，右眼皮却突兀的狂跳不止。他以为是自己太过疲惫，揉了揉眼睛，却始终无法平息那不祥的预感。就在他准备继续往前走时，一道黑影骤然从天而降，紧接着啪嗒一声巨大的闷响在他脚下传来。初九下意识的低头一看，脑子瞬间嗡嗡作响，眼前的血腥一幕瞬间将他所有的疲惫和困倦击碎。他吓得连连后退，一屁股跌坐在冰冷的地上。巨大的冲击和恐惧让他浑身发麻。有人跳楼了！他纵身一跃，从高楼坠下，却留下了一个从头到脚一身血红的诡异身影。更恐怖的是，他的右腿竟被红绳绑着一个沉甸甸的秤砣，分明是要死后化为最凶厉的恶鬼。而我偏偏成了他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人。如今厉鬼索命的倒计时竟被秦老紧急告知，就在今晚。只见一个长发女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暗红色的血迹如墨晕般从她头部缓缓向四周扩散，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刺激着初九的神经。最让人心惊的是，那张沾满血污的半边脸正对着初九，双眼圆瞪，仿佛在死死地盯着他。那股深入骨髓的怨气瞬间让初九如坠冰窖。这恐怖的景象吓得初九几乎魂飞魄散，他全身僵硬，几乎要呕吐出来，本能的想要逃离这片血腥之地。当初九从惊魂未定中缓过神来时，周围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有人惊慌失措的报警，有人则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他颤抖着从地上站起来，才赫然发现自己的鞋子和裤腿上竟然都溅上了大片暗红色的血迹。这血迹如同烙印般，让他心底的恐惧瞬间放大。流了这么多血，应该是不行了。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充满了对生命的惋惜。你们看，这姑娘穿着一身红衣服跳楼，明显是想死后变厉鬼报复人啊！另一位围观者的话语瞬间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和不寒而栗。初九猛然抬头，终于看清了那女人的装束，从头到脚，衣裤鞋袜指甲甚至连头发都染成了触目惊心的血红色。这是一场决绝的死亡，不留一丝后路。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右腿上竟然还用一根红绳紧紧地绑着一个沉甸甸的秤砣。这诡异的景象让初九的汗毛瞬间倒竖，跟在秦老身边耳濡目染。初九深知红衣带怨的凶险，这女人从头到脚一身红，分明是要化为最凶恶的厉鬼，这般怨气冲天，根本不是闹着玩的。初九心底警铃大作，生怕这无妄之灾会牵扯到自己，他决定迅速逃离，远离这片是非之地，避开那潜在的恐怖。然而他还没走出几步，就感觉身后似乎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脖子后面传来阵阵阴冷的寒意。他连头都不敢回，一路小跑，拼命向棺材铺的方向奔去。回到熟悉的棺材铺，蒋超已经靠在躺椅上睡着了。屋内的安宁与外面的惊魂形成了鲜明对比，却无法完全平复初九的内心。他先是径直回到屋子，迅速换下了沾染血迹的裤子和鞋子，然后强迫自己将那些沾血的衣物冲洗干净，试图洗去那股挥之不去的血腥与恐惧。直到一切妥当，他才把蒋超喊醒，准备吃晚饭。然而那顿烧烤，他却是完全无法下咽。只要一吃东西，脑海中就立刻浮现出红衣女人血腥的画面，那双死死盯着自己的瞪大眼珠，如同梦魇般挥之不去，让他阵阵反胃。蒋超看着初九魂不守舍的模样，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初九，你出去了一趟，怎么了？跟丢了魂一样？”初九将白天目睹的一切，包括那身诡异的红衣和秤砣，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遍。蒋超听后，脸上也渐渐浮现出凝重的神色。那女人肯定会变成厉鬼，她那么穿是铁了心想变成厉鬼报复仇家。你是他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万一他把你的样子给记住了。蒋超的话语如同乌鸦的咒语，让初九的心脏骤然一缩。你给我打住，闭上你的乌鸦嘴！初九连忙喊住了蒋超，但被他这么一说，他心里更没底了。原本就狂跳的心脏更是毫无预兆的狂跳起来，仿佛真的有人在身后盯着他。不行，这事情太诡异了，初九必须告诉秦老，寻求解决之法，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万幸，这一次电话终于接通了。秦老那沉稳的声音传来：“初九，这么晚了，有什么事？”那声音如同定海神针，让初九原本慌乱的心顿时踏实了不少。初九连忙在电话里将遇到红衣女人跳楼的事情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那腿上的秤砣，每一个细节都不敢遗漏，语气急促而紧张。秦老听后，语气陡然大变，带着一丝惊骇和严肃：“这乃是子夜红衣，秤砣坠魂，极阴极煞，怨气冲天，必为厉鬼啊！”他的声音透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初九一听，吓得差点瘫软在地，声音带着哭腔问道：“秦老，那红衣厉鬼不会找到我吧？毕竟冤有头债有主，他死后的头7回魂夜，第一个找的人就是你。”秦老的话语如同判决一般，瞬间击碎了初九心中最后一丝侥幸。
让他彻底陷入绝望。初九又害怕又冤枉，他这招谁惹谁了？怎么最近就跟鬼过不去了？他和那红衣女人无冤无仇，凭什么要来报复他？真是到了8辈子血霉。那红衣厉鬼本就怨气极大，在断气之前又看到了你的模样，况且你的衣服上还溅上了他的血迹，肯定对你心生怨气，找你索命。秦老的话语如同一步步将初九推入深渊。秦老，那我应该怎么办？初九彻底慌了，这从头红到脚的女人一旦变成厉鬼，那怨气之深绝非他能承受。秦老在电话那头沉思片刻，才开口道：我现在还回不去，不过那女人在死后的第7天午夜12点才会回魂。初九，你和蒋超明天一早就去找你们的师傅刘文刀，他肯定有办法。这番话语为初九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挂断电话后，蒋超担心初九一个人害怕，执意留下来陪他。然而初九一整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恐惧的阴影如影随形，直到凌晨，在初九迷迷糊糊即将睡着之际，房门竟然被缓缓推开，一个模糊的身影一步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他只看到一身血红色的衣服和红色的长发，房间里变得阴冷刺骨。初九躺在床上，吓得屏住呼吸，全身僵硬，一动都不敢动。他眯着眼，眼睁睁看着那红衣身影走到床边，然后缓缓坐了下来。猛地，那红衣女人一转头，一双瞪大的眼珠死死地盯着初九，嘴角发出诡异的咯咯咯冷笑，接着张开血盆大口，猛地朝着他扑了上来。初九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大叫一声，喘着粗气，直到看到四周熟悉的环境，才意识到刚才只是一场噩梦，但那恐惧却真实的令人发颤。睡在旁边的蒋超也被惊醒，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看着初九问道：初九，做噩梦了？初九擦了擦脸上的冷汗，声音嘶哑地说道：对，我梦到了那个跳楼的红衣女人。蒋超咽下一口唾沫，安慰道：没事，这马上天亮了，再熬一会儿，等天亮了我就陪你去找刘文刀，他肯定有办法。这番话语成了初九唯一的慰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初九和蒋超一刻也不敢耽搁，立马出发前往道家村寻找他们的师傅刘文刀。然而他们在道家村道观和村子里各处寻找了一个上午，却始终没有刘文刀的踪影，希望再次被渺茫所笼罩。蒋超提议道：初九，要不咱先去吃点东西，明天再来，反正那红衣厉鬼头七才能回魂，咱还有时间。这番话语让初九暂时松了一口气。回到棺材铺，初九和蒋超草草吃了点东西，下午浑浑噩噩的过去。傍晚时分，蒋超被师傅老李头喊走，初九独自留在店里准备关店。就在这时，手机再次响起，是秦老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前所未有的紧张。初九，你找到刘文刀了吗？初九回答道：还没有，我和蒋超去村子里找遍了，都没看到他。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失望。秦老的声音越发急促，如同敲响了丧钟。来不及了，我昨天忘了说一点，这紫叶红衣乃是让怨气冲天，那秤砣坠魂可是为了让厉鬼提前回魂，绑着秤砣自杀的人不用等到头七回魂，在其死后的第2天子夜就可回魂化为厉鬼。秦老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瞬间让初九的头发根都立了起来，脚底一阵寒意直冲天灵盖。第2天子夜就能回魂变成厉鬼，那不就是今晚？这惊天噩耗瞬间将初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夜幕降临，他心头一紧，红衣厉鬼的阴影仿佛已笼罩而来。秦老远在他乡，身边唯一能依靠的刘文刀也神秘失踪，他该如何面对这致命的索命之夜？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救就此拉开序幕。电话那头，秦老的声音沉稳有力，他身处异地无法返回，却在危机时刻为张初九指明了一条生路，保命要紧。张初九顾不上多想，赶紧找出纸笔，屏息凝神，一字不漏地记下秦老所说的每一样救命之物。秦老指示，第一件便是4块深公鸡骨，第二是足足1斤的生骨米。听起来寻常，但在厉鬼索命的今晚，他们却是不可或缺的保命符。第3样，干芦苇叶编成的腰带。第4样，李老头的桃木剑。最后也是最神秘的，秦老保险箱里的红色小册子。秦老郑重叮嘱，那红色册子不到性命攸关之时绝不能打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重重禁忌让册子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挂断电话，张初九不敢耽搁，立刻冲向秦老的房间，在床底深处果然找到了那个密码保险箱，5个9的密码，轻而易举地开保险箱，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本红色的神秘小册子静静躺在中央。张家三叔，他心中一颤，秦老明明不姓张，这本神秘的家族秘籍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更诡异的是，巨大的保险箱里竟然只放着这一件物品。然而性命攸关的时刻容不得他多想，将册子揣入怀中，他便匆匆冲出门外，去收集剩下的保命之物。他首先冲进对面的粮油店，抓起1斤生谷米，又马不停蹄地闯入隔壁的黄焖鸡店，向老板要来了4根带着血丝的生公鸡骨。桃木剑本应去找李老头，但没想到李老头今晚又喝得烂醉如泥，人事不省。幸好朋友蒋超仗义相助，从李老头房中借来了那把驱邪的桃木剑。蒋超看出他的不安，主动提出陪伴，却被张初九婉言拒绝。他知道此夜凶险，绝不能连累旁人，只剩下最后的芦苇绳。他一路狂奔到河边，在夜色中，他快速收集干枯的芦苇叶，小心翼翼地编织成一条细长的绳索，紧紧系在腰间。所有保命之物悉数到位，他狂奔回棺材铺，拨通了秦老的电话，寻求最后的指示。
秦老的声音再次响起，指挥张初九将生谷米撒满门窗，击鼓分至4角，红布盖上，桃木剑悬梁剑尖朝下，最后擦净门神像，点燃3炷香，只待厉鬼来袭。秦老掷地有声：今夜秦记棺材铺，厉鬼绝进不得。刚布置完毕，还未松口气，棺材铺的木门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猛地砸响。好家伙，厉鬼来的竟然如此之快！紧接着，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女声：张初九，你在不在店里？是秦玉。厉鬼竟然学着秦玉的声音来骗他开门。谁料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屏幕上赫然显示着秦玉的来电。难道外面敲门的竟然真的是他？电话里秦玉的声音真实又焦急。张初九这才发现自己误会了，他连忙挂断电话，冲过去打开大门。门外的秦玉正疑惑地看着他。为了掩饰，张初九随口撒了个谎，说自己刚才在上厕所没听到，而秦玉却不疑有他，提步往里走去。没想到他刚一踏进门，脚下踩到他撒下的谷米，猛地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直直地朝着张初九扑了过去。刹那间，秦玉软玉温香的身躯将他彻底压倒，清淡的洗衣液香味钻入鼻腔，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异性如此亲密接触，他竟然闻到了恋爱的味道。秦玉迅速从他身上起身，尴尬的轻咳2声，打破了这令人心跳加速的宁静。而张初九的脸更是红得像猴子屁股一般。他从包里拿出一份表彰证书，递给了张初九，感谢他和秦老的配合。工作忙碌的他刚刚下班便顺路送来。夜色渐浓，危险步步逼近，张初九急忙找了个借口，想要秦玉快点离开。秦玉虽有疑惑，却也点了点头。刚准备转身，没想到原本敞开的店门竟砰的一声，瞬间自动紧闭。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秦玉花容失色，他惊恐地回头询问。张初九心中了然，那红衣厉鬼终究是来了，而门神显灵将秦玉也困在了这棺材铺中。张初九再次开口，试图让秦玉留下，却引来秦玉更加狐疑的目光。事到如今，他已无路可退，只能将今晚的真相和盘托出。他语气严肃地问道：秦警官，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秦玉闻言嘲讽一笑：呵呵，胡说八道。实不相瞒，今晚有红衣厉鬼索命，刚才关门的是门神显灵，厉鬼马上就要来了。张初九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般敲击着秦玉的认知。屋外狂风骤起，仿佛厉鬼的低语正悄然逼近。